陈七，你到底说不说呀？一边问他，一边伸直了小手臂，做事要去陈七嘴里把芝麻丸给抠出来。不说就不给吃呢。好好好，我带你去。再给我一颗。哼哼，臭陈七，骗小孩子糖吃。就是，不要脸！你们敢，我不是骗小孩子，我是骗小魔头啊！呸，根本不是骗。说话间，陈七叫来士兵，给他安排了马车。真的有可以卷头发的木发瀑布吗？当然有啊，只是大街上不常见。马车3拐5掉头的，终于是在2刻钟之后到了地方。陈七，你是不是笨蛋呀？瀑布根本没开门哦。我不是笨蛋。说着就抬手敲门，咚咚咚咚咚，3长2短的敲门声是这家私人木发的暗号。耶，怎么还团团碎碎的？哎呦，能烫卷发的铺子一般都有很多铁器，长的、短的、粗的、细的、圆的、扁的，这些铁器摆出来就很像是兵器。大楚律例，非官家是不能吞兵器的，因此木发铺子这些铁器就多少有点晦暗。按理说开这种铺子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但是能来做头发的有大多数都是那些达官贵人，这些人消费高，对美的需求也比较旺盛，市场需求大，利润高，所以说虽然晦暗，但依旧成了一个行业，只是做的比较隐秘。我们今天来这家是京城达官贵人们公认技术最好的一家。听不懂耶。啊？怎么？你们小魔头也有文盲的时候？正说话间，木发铺子的门开了，那接待伙计看了看来人，就赶忙往里请。陈小公子，今日可仍是替你娘来排号的？陈七摇摇头，正要解释，可是某个小神兽主动冒出头来，还要点，嗷嗷呜，啊！你一个男狗，你要当我娘？你们神兽果然心机又变态。这会儿可还有客人？这会儿里面还有2位贵人，不过已经做了一半了，应该很快了。老陈小公子在外间等等。啊，等吗？可以哦。伙计殷勤地将人引到外间，然后倒茶拿点心，又见还有2个小姑娘，于是又端了一盘糖果来。3位慢用。小厮略凶，嗷嗷呜。4位慢用。叶团团一边看一边拿了一块点心，咬了一小口，嚼，然后就木着小脸将手里的点心放到一边不吃了。要不要我安排人出去给你买点其他的吃？不用哦。说着就从怀里掏啊掏，很快就掏出一个油纸包。油纸包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小把香酥麻花。真的有这么酥脆吗？好奇心作祟，他伸手去油纸包里拿了一个小麻花，一整个丢到嘴里嚼。小团团，你这是宫里的点心？叶团团点头，然后给了陈七一个你很识货哦的小眼神。你皇爷爷赏你的？不是哦，是团团带回来的。您不可能啊，你就算是昨天进宫带着麻花回家的，那也放了一个晚上，这雨雪天气的，放了这么久，不可能这么酥脆啊。那你还说是你带回来的？团团带回来的是江南玉图哦。你打劫到皇宫里去了，不愧是你，小土匪，连你皇爷爷都抢。团团带回来的是江南玉图哦。你打劫到皇宫里去了，不愧是你，小土匪，连你皇爷爷都抢。怎么把我的头发弄断了？怎么回事？随后便是一阵东西摔落的声音，期间还夹杂着几道耳光声和道歉声。
里面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好像还打人了呢？正疑惑间，又听到一声尖叫，随后一个满脸是血、手上捧着一大簇头发的女人从屏风后面哭着跑出来。哎，怎么满脸是血呀？好吓人！对呀，而且为什么烫卷发会掉那么一大把头发呀？要是小刺去烫的话，会不会变成无毛鸡？太子妃娘娘息怒，那木发娘子有些笨手笨脚，烫断了太子妃娘娘的3根头发，小的给您赔个不是。请太子妃娘娘放心，3根头发而已，并不会影响发型，小的这就重新给您安排。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3根头发而已？这句话之后，太子妃直接掀了面前的铜盆架子，铜盆架子砸在屏风上，绣着牡丹花的屏风被轰然砸倒。而更严重的是，铜盆里装着的是滚烫的沸水，一盆子的水砸在地上，水花四溅。叶团团正好就在屏风的正对面，眼看着就要被烫水溅到。陈气反应很快，站起来就将叶团团护在怀里，用自己的后背挡住了溅起来的烫水。这里怎么还有男子？普通男子怎能跟本宫同屋？兵部尚书之子陈气见过太子妃娘娘，娘娘万安。原来是陈小公子，既然是陈小公子，本宫便不计较了。说完就仰着头打算离开。你给本团团站住哦！太子妃娘娘，这位是九王府的小郡主，最近正得圣宠。原来是小郡主，你年纪尚小，还不懂规矩，本宫不与你计较。你泼了陈七的水，你还没道歉，你不能走。陈小公子，你可要本宫给你道歉？小郡主说了要道歉，那我自然是需要给太子妃道歉的。放肆！陈气背脊挺直，半点不怂。本宫不是故意的。说完之后，冷哼一声，抬步欲走。给本团团拦住他！下一秒，小侍卫张可人利刃出鞘，短刀一挥，直接斩断了太子妃的裙袍一角。好快的刀！果然是边塞来的野蛮郡主，连护卫都这么野蛮。蠢姨姨，道歉要说对不起哦。什么？蠢姨姨？你还小，不懂什么叫做尊卑有别，本宫是不会跟他道歉的。你如果不道歉的话，那团团现在就叫人泼你烫水哦，而且还要泼到头上，让你变成无毛鸡哦。小家伙的表情十分嚣张，毕竟爹爹说过，叶团团出门在外嚣张一点，哪怕是把天捅破了，父王给你补。小郡主，论辈分，本宫是你的长辈，你不能这么和本宫说话。什么是长辈呀？本宫是你太子六叔的正宫妻子。原来是太子的妻子呀。那团团应该叫你什么呢？叔叔和婶婶就是一家人，好似叶团团是爹独自生，有叔叔就有婶婶。明白了。哎呀，我这个小脑瓜可真聪明。你好，牛婶。你好，牛婶。我堂堂未来国母，为什么被他叫出一种村口杀猪匠妻子的味道？果然是边塞来的小土包子。既然知道本宫是你的长辈，他一句话都没说完，就听啪嗒的一声响，随即一个金灿灿的带着玉字的纯金金牌掉到了地上。哇呀，这是谁的牌掉在地上了呀？呀！原来是团团自己的牌呀。原来是黄爷爷给的牌呀。黄爷爷说这个牌是什么来着？团团记起来了，说的是如朕亲临。如朕亲临这4个字说完，太子妃腿一软，连忙跪下。
不仅仅是太子妃，屋子里瞬间跪了一片。牛婶，你还没道歉呢。对不起，你满意了吧？哼，等我回到东宫，一定要让太子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小土包子，还有兵部的小野种。牛婶，等等哦。牛婶，你的烫水泼到了陈气，你光是道歉是不够的哦。他的衣服也脏了，身上肯定也烫伤了。你还要怎么样？赔钱。对，没错。小郡主说的对。呵呵，你要多少？牛婶，要赔800两哦。什么？就他那个粗袍子要800两，你到底识不识数？牛婶，这800两最重要的是陈气的心理补偿哦。他被你这么一烫，肯定吓坏了。以后看到水就害怕。哎，好可怜，对吧？小郡主说的极是。我原本就是个内敛含蓄的男孩子，现在这颗心愣是被吓得咚咚咚的。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大夫，长期治疗一下我的心理创伤。哎呦，什么含蓄的男孩子？你上回还玩断了我3根卷发用的实心铁棍，你内敛，你含蓄。800两就800两，本宫也不差这点银子，全当是我这个长辈给你的见面礼。牛婶，你没钱呀？800两就800两，本宫也不差这点银子，全当是我这个长辈给你的见面礼。原本事情就该这么解决了，可是呢，那婢女从袖子里摸了好一阵，也没能拿出来800两银子。奴婢没带这么多银子出来。没用的东西。那婢女被打得连连后退，捂着脸跪在地上。牛婶，你没钱呀？你原来牛婶连800两都没有呀。太子妃娘娘今日若是出门匆忙没带银子，我这里有。那就多谢尹夫人了。老身当不得太子妃娘娘的谢字。说着就将银票给了陈气。陈气点了点数，然后果断收下。本宫现在可以走了吧？牛婶，下次见哦。我见你个鬼！太子妃莫生气，那个小郡主本就是个跋扈的主儿，她如今得宠，兴许也只是皇上觉得新鲜。短暂得宠亦是得宠，再得宠也只是个郡主，历朝历代郡主都逃不开和亲的命。日子还长，太子妃娘娘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尹夫人今日之功，本宫记下了。杜丽花满脸堆着笑，她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她右脚突然莫名抽筋一疼，然后脚下失力，就砰的就直接摔了个狗啃屎。摔不死你。老板板，你们还可以帮忙做卷发吗？小郡主吩咐便是。老板板，不是团团做头发哦，团团本来就是小卷毛了。而且团团的小卷毛是爹爹给烫的哦。那是需要小人给谁做头发？给小四做，可以吗？可以吗？原来是给小郡主的宠物做。小人这就去找最好的木发娘子来，顺便还要换最细的烫发棒来。谢谢老板板。哎呦，该说不说的，我发现我就是喜欢这种两副面孔的小奶娃呀。哎呦，下次会不会变成无毛鸡呀？老板像是看出了小郡主的担心，手法熟练的烫好了一簇之后，拉了拉卷起来的小白毛，展示给小郡主看。哇，好棒耶！哎，不行不行，我还能给烫得更卷。
2刻钟过去了，小四的头就烫好了。切，你个男狗，做什么头发？变态！多少钱呀？这次免费。爹爹说不可以让百姓便宜哦。说着就放下一锭银子，然后一溜烟跑了。小少爷，您得有个心理准备，将军这会儿正在兵部大发雷霆，您可能要挨揍了。说完就给马车里塞了一瓶金疮药。陈气对着兵卫拱拱手，表示谢了。今晚怕是少不了一顿打了，连药都备好了。你们想看我挨揍的意愿都已经全部写在脸上了哦，还写在了张可可刚拿出来的那包瓜子上，能不能稍微藏一下喂？太明目张胆了，现在的小奶娃简直让人崩溃。没错，崩溃。大爷不可以打孩子哦。真不愧是咱们大将军，连小少爷这种难以撼动的体重都能拎起来，简直是宝刀未老，宝刀未老。大爷不可以打孩子哦。没关系，小团团不用担心我，要是我被我爹打死了，那我就重新投胎，下辈子去你家当你哥哥。老子说了要打死你了吗？不可以哦。为什么啊？是不是小团团不想让我死？真的好感动。因为你不帅呀，不可以给团团当哥哥哦。爹，你动手吧，我现在好想死啊。小郡主啊，兵部伙房近日做了大烧鹅，你可要留下来吃饭，一桌子的肉呢。爹，你到底还打不打我呀？最终叶团团还是选择回家干饭，因为白白说了，王府今晚上会有尖椒变态辣牛肉粒儿。回家。小郡主一走，兵部就开始蔓延着打孩子和骂孩子的声音。兵部的大门怎么回事？怎么被人整个拆了？你每个月才来兵部几天，怎么连个门都看不住？那你来干什么？你有什么用啊？不是，你要不要先查一下是谁把门拆了，然后再骂我？那你不查了是吧？不查我就直接说了。爹，你刚刚还在邀请拆大门的人一起吃饭呢，你还哄那个拆门的人说有一桌子肉来着。不认错是不是？那你说说，你大哥在家的时候，为什么兵部的大门就没有被拆过？偏偏你在家的时候就被拆了。那你是不是故意找个理由说我？我现在就怀疑你是邀请人家吃饭未遂，然后把气撒在我身上。你和东宫的太子妃发生了口角。小爷果然是被东宫告状了。他爹都这么直白的问了，陈气只好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晓得了，吃饭。就这，不骂我了。陈气看了看他爹，他第一次觉得他爹好像也不是表面上的那种暴脾气的无脑武将。小郡主喜欢吃什么菜啊？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小四好笨笨。叶团团这边带着做了新发型的小四回来，暗卫第一时间出来看稀奇。这是谁家的小狗子呀？怎么没见过呀？该不会是小郡主新带回来的宠物狗吧？这新来的狗子毛这么卷，该不会叫叶小卷吧？不是新来的狗子，是小四呢。这新狗怎么还咬人呢？不是新狗子，不是新狗子，是小四。你再看看，是小四，是原来那一只小四啊。小四好笨笨。你再看看，是原来那只小四呢。小郡主今日外出，收入400两，给小四烫头花销50两，合计入库350两。你要问哪里来的400两，那是因为陈气这人秉持着见面分一半的优良品质，得来的那800两银子，硬是分了一半给小郡主，
平日里不是12在记账吗？怎么今日是你在写啊？12今日出任务了，这会儿还没回来，就由我代班了。12出任务了，怕是要出大事了。哇，好吃好吃呀！12呀！小郡主，12出任务去了。哦，那吃。小郡主，属下在减肥。啊？为什么呀？小风又不胖呢？249风果断地接过小郡主给的吃食。小郡主说的对。爹爹。爹爹，大哥哥和二哥哥呢？明日就是除夕夜了，叶晨这会儿在蓝山阁那边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叶战又去了兵营那边，和一些没有家的士兵一起提前吃年夜饭。爹爹，团团今天出去玩了。明天就是过年了耶，团团可不可以吃全牛宴呀？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呀？爹爹过问问，之前明明答应团团过年杀2头牛吃的，原来都是骗团团的。爹爹欺负团团，我哭死算了。明日除夕，宫里会举办除夕宴。听不懂哦。去你皇爷爷家里吃。那吃什么呀？你想吃的都有。真的吗？不说叶团团不相信了，但是今日下午宫里的确派了个小公公前来王府，要叶团团的好吃菜单。真的？团团最喜欢爹爹了。你的一次喜欢等于2头牛，别以为本王不知道。除夕这天，天才蒙蒙亮，这些孩童便要起床来，跟着母亲去走亲戚。王府的小郡主肯定还没起床。不准胡说，王府的孩子肯定是勤奋好学的。小郡主要是起床了，王府不可能大门紧闭，王府门口也不可能那么干净。这是什么道理？娘，你想啊，小郡主那么活泼的性子，她要是起床了，这会儿肯定已经张开翅膀飞出去玩了。娘，你想啊，小郡主那么活泼的性子，她要是起床了，这会儿肯定已经张开翅膀飞出去玩了。那王府门口……等等，你说你们在学堂也是排得上号的优秀学子，怎么净说胡话？莫不是发烧了？你和为娘说说，什么叫做小郡主张开翅膀？宋小虎从怀里摸出来一本典藏版的口袋书，那书皮上赫然写着3头6臂小郡主第32版。都说了叫你不要看闲书。娘，这不是闲书，我的其他同窗都在看。你们都看？学堂的夫子不管吗？我们就是在课间看到夫子在看这本书，所以才出去买来看的。什么？你们夫子看这种书？啊，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为娘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们夫子是荆轲金榜上的第16名，虽然差1名就能面圣，但是能考到第16名的也非凡夫俗子。我们也是花了高价才能请到这样有学识的夫子，可是有学识的夫子怎么会看这种书？这不合理啊！娘，你有所不知，此书来头甚大。夫子最好的朋友是金穗的状元老爷，状元老爷金穗被圣上留在宫中出不来，所以就拜托夫子在书铺买这本书给他送去。夫子前日没来学堂教书，就是去了宫门口送书来着。什么？这本书是状元老爷点名要的书？
真不愧是状元老爷的指定书目，这书是真好看，比学堂让读的那些书好看千倍万倍都不止。那你说说，书上写了些啥？你看完了吗？才看完第1章节。那1章里面写了啥？说小郡主长了一对雪白雪白的翅膀，翅大如车盖，所以刚才我才说小郡主肯定还没起床，要是起床了飞出去，地上多少都能有几根羽毛吧。小虎娘此刻甚是无语，不管学区房的孩童分析的对不对吧，九王府的小郡主是真的还没起床。王爷，前几日宫里来的旨意，说是等初7之后就让小郡主去上书房念书。要真去上书房念书了，就咱们小郡主这个睡眠质量，怕不是天天都要迟到啊。而且皇上还特意安排了周青给小郡主当夫子。周青是金岁的状元，而且和当年的纪大人一样连中3元。即使连中3元，他能教本王的崽，亦是他的荣幸。能教小郡主自然是他周青3生有幸，属下主要是怕，要是小郡主把周状元气出个好歹来，咱们大楚岂不是要损失一个人才？这倒是，叶团的这小破玩意儿，干啥啥不行，气人第一命。就好比现在我手都抓酸了，也没能把他抓醒。等到日上3竿了，宋小虎都开始去他第5个舅舅家里了。九王府的小郡主终于睡醒了。团团饿了呢。小郡主午呀。张可可午呀。小郡主，你需要走侧门进入，那边才是女眷通道，奴才给你带路。可以吗？你一条裙子威压比本王都大，把迎送太监吓成这样，愿意去侧门吗？不愿意去的话，就跟在本王身边也行，本王不介意开个女娃走男道的先例。爹爹，是男孩子和女孩子要分开走吗？对。爹爹，牛婶也在里面吗？什么？牛婶。是牛叔的妻子牛婶哦。你牛婶也在里面。那团团过去了哦，爹爹不要太想团团哦。牛婶是长辈，团团要过去打招呼哦。说完就1步3蹦的朝着女眷那边走去。牛婶，耶，不是要排队吗？怎么不让团团排呢？糖糖姐姐，真的是你呀！小郡主，糖糖姐姐，我们一起走。糖糖姐姐，你怎么不来找团团玩呀？我每个月只能出门2次，下一次是在后天。为什么只能出门2次呀？女子原定便是待字闺中，京城一般的女孩子，除了家族允许的宴会之外，就只有元宵节和上巳节才能出门。我每个月能出门2次，已然是宽松对待了。小郡主，你是多久出门的？是大前天哦。大前天才出了门吗？真好。不是哦，是只有大前天没出门哦。用爹爹的话说，就是叶团团这个小东西几乎每天都出去流窜哦。两人手拉着手，一路说着话，就到了御花园。牛婶，牛婶怎么不理团团呢？牛婶，怎么牛婶还是不理团团呢？是不是团团只喊了2声没听见呢？于是小家伙微微张开嘴，大大的吸入一口气，准备连喊3声牛婶试试。他这个夸张的动作落入太子妃的眼中，太子妃瞬间就怕了。
原来是小郡主啊！牛婶，小郡主，你虽然是郡主，但见到太子妃娘娘也要俯身行礼的。啊，俯身行礼是什么东西呀？爹爹没教过呢。二位叔叔哥哥也没教过呢。尹夫人是眼神不好吗？牛婶，小郡主，你虽然是郡主，但见到太子妃娘娘也要俯身行礼的。尹夫人是眼神不好吗？小郡主一身明黄蟒袍，此等装束，除圣上之外，无需向任何人行礼。若是尹夫人不明白礼仪，可以查一下典籍，学习一下什么叫做礼乎循例也，整饬而多变。小郡主，可知我是谁？姐姐，这个大娘是谁呀？仔仔，她是兵部的尚书夫人，就是陈凯旋和陈气的亲娘，品级为正一品诰命夫人。知道，你是玄玄娘。对，是玄玄娘。仔仔，这个玄玄娘可了不得。如果说杜丽花是诰命夫人中最没文化的商人之女，那么景素清就正好是站在对立面的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而且还是那种不缺钱的书香门第。仔仔，景家可是江南大户，你以后要是想去江南玩，可一定抱紧尚书夫人这个粗大腿，日后在江南为所欲为也不成问题。聪明团团明白呢。常夫人抱抱。好，玄玄都有小名，我可以有小名吗？青青夫人。团团喜欢青青夫人。宫宴快要开始了，请贵人们前往太和殿。皇上还没来，但是皇子们已经到齐了。坐在最靠近龙椅位置的是太子殿下，紧接着便是九王爷。本官认为九王爷在子嗣上拥有无法撼动的优势。皇上还没来，但是皇子们已经到齐了。坐在最靠近龙椅位置的是太子殿下，紧接着便是九王爷。本官认为九王爷在子嗣上拥有无法撼动的优势。但是两位世子都是很明显的文武各占一头。诸位大人，你们可知道九王府有一个小郡主，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棒得很呐。当初在青州城时还打断了我几根肋骨来着，可谓是英雄出少女。所以说九王府的子嗣优势非常的明显呐。你可知道本官在说什么？你要是听不懂就少插嘴。小郡主那是女孩，女孩可不能继承大统。哼，你们懂个球啊！人家小郡主在青州城、青鸾城一带的名头简直是震天响，以她的名字出版的画本子都能成为地区支柱性产业了，可以说是直接起到了带动经济发展的伟大效果。如此大的影响力代表着什么？那显然是代表着民心所向。既然得到了民心，那小郡主怎么就不能参与皇室继承了？什么男子才能继承皇位？那不也是制度吗？制度都是人写的，搞不好以后小郡主就能直接把制度给改了。反正小郡主最厉害，揍我都能给我揍升官。我不管，我就是觉得小郡主最牛逼。叶团团那个小黄东西怎么还没来？正在疑惑间，然后就见到兵部的尚书夫人抱着一坨黄色，跟在几个皇子妃后面进来了。什么？九王府的小郡主直接穿了蟒袍？这就是小郡主吧？她怎么穿了？这是……哎，这不……都已经震惊到嘴角哆嗦了。几位大人啊，下官想问问，小郡主身上这条裙子是不是有啥讲究啊？下官今年才从地方上升上来，没啥见识，还望各位大人给指点指点。
九弟真是好本事啊！哪里，都是娃自己争气。叶千珏冷沉着脸，虽然没说话了，但是手背青筋暴起，随即只听一声清脆的爆裂声起，叶千珏手里的茶杯被捏了个粉碎。去给本王换个茶杯来。是，王爷。说呀，你们之前不是很能说吗？你们现在倒是说呀！我就说小郡主牛逼吧，瞧瞧，这就把龙裙给穿出来了。你们倒是说呀！他奶奶的，为什么不说了？哦呦，一个个平日里头自诩文化人，自诩京官，瞧不起我们这些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土官。现在呢？现在你们瞧瞧，到底是我这个土官没见识，还是你们没见识？小郡主就穿个龙裙，把你们吓成这副样子，就小郡主的行事作风，这不是很正常吗？我呸！你们平日还说有文化呢，我一看你们那表情就知道，平日里看书看少了。那三头六臂小郡主看了吗？还有了解小郡主从这本书开始，你们看了吗？我呸！垃圾文盲！小郡主今日打扮的还挺好看的，是不是？你做全国最懂礼仪和最美的人，你说说。蓬头稚子戴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啊，不能说人话，大过年的非要狗叫。礼部尚书见陈将军马上就要骂人了，好看。这还差不多。陈鼎义越看越喜欢，尤其是小郡主还被自家夫人抱着，一个中年美女，一个小美女，画面十分和谐。团团，你要不要就坐这里啊？咦，轻轻移移，香香软软的，很好靠呀，一点儿也不像爹地那种硬邦邦哦。想到这里，叶团团突然记起来自己还有个爹爹来着，于是小脑袋转转，想找找爹爹在哪里。小家伙看到了正中央的空荡荡的、金灿灿的，看起来很好坐的大椅子。呀，那是什么呀？看起来很好坐的样子耶。天父爷，团团想坐别的地方可以吗？当然可以。就凭我们团团宝身上的这条裙子，这整个太和殿内就没有你做不得的地方。不会是要开始表演吧？真是不怕丢人呢。他会表演什么？是原地打滚或者打奶嗝？笑死了！这是谁家小屁孩，这么就爬到舞台上去了，一点规矩都没有。就是，以往的宴会都是田小姐你大出风头，今日怎么来了个穿黄裙子的小奶娃，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了。宫宴都还没开始，他就爬到舞台上去了，真是喜好卖弄。几个官家小姐正在说话，坐在他们面前的云霓裳脚尖微动，然后下一秒，他借着转身叫宫女的空当，突然就踢了一下他们的桌腿子。云霓裳，你什么意思啊？我算到你今日有血光之灾，必须经茶水点洒才能驱邪避祸。妈呀，血光之灾这么可怕的吗？云小姐，你看看我，你帮我算算，我今日怎么样？有没有缺什么？云霓裳瞥了一眼，手指一掐，十分认真。缺德啊！就这样，关于叶团团爬上舞台的事情，台下已经激烈的讨论了起来。而叶团团本人呢，走上舞台之后，小家伙认真的辨别了一下方向，然后下一秒就直接蹲下了。只是想坐在表演台上对吧？不是在表演台借道对吧？如果只是想坐在表演台上的话，完全没问题，毕竟是小黄裙嘛。想到这里，陈夫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其实不仅仅是陈夫人松了一口气，坐在前面的九王爷也同样松了一口气。如果只是想坐在表演台上的话，不对，等等，刚把这口气放下去的九王爷立刻又把这口气提了上来，不对劲儿，他不是要坐下，他只是蹲下去整理他的猫猫鞋。小手手把鞋扶正之后，小家伙又重新站起来，这一站就完全看清楚了大椅子的方向。于是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小短腿直接开启了旋风小跑模式，十分奶酷。只见他就这么对准了方向，笔直地朝着正前方的大椅子旋风而去。完了，小破玩意儿要开始爬龙椅了，小贼手似乎都已经抓稳了。哎呀，难道老夫有生之年还能看到除了皇上以外的人坐龙椅吗？哎呦！九王府的小郡主如此大胆，会不会是九王爷日常灌输所致？教授他龙椅之于九王府本就是唾手可得之物之类的思想。这小郡主明明是个女孩子，怎么头上捆个男孩子的发髻？郡主没有郡主的威仪，不成体统。而且穿衣服的颜色也是大忌，而且她都已经处是问题了，怎么还敢朝着龙椅跑去？简直大逆不道！老迂腐们一边在内心咆哮，一边朝着舞台那边看。哎，好丢脸！这不会是那个……哎呀，牛逼小郡主现在就要登基了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小郡主就是要继承大统的人吗？完了，小破玩意儿要开始爬龙椅了，小贼手似乎都已经抓稳了。九王爷心里的声音刚刚落下，小团团就不负爹望，小脚脚踩着赖皮蛇椅子的椅子腿儿，开始卖力的蹬。哎呀，这可咋整啊？哎呦，现在要是不去拦着，小郡主一旦坐上了龙椅，那肯定是护理不义的死罪。可若是去拦着，人家小郡主一身龙裙，谁敢去拦着呀？这不是死得更快吗？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回去之后一定要让暗卫司集体挨顿鞭子。谁叫你们把他的鞋底做成防滑墙抓的？简直爬龙椅之良血！凉血！都气得语无伦次了都。咱小郡主咋就开始爬龙椅了呀？而且还穿着龙裙在爬，这画面多少有点登基之感。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不过总管大太监毕竟是总管大太监，只见周福海强定了定神，然后捏了捏自己的脉搏，疾步走进去。小郡主，皇上驾到！啊！小郡主，皇上来了！周管官是什么意思呢？啊！聪明团团明白了，皇爷爷来了，团团要去接接呢。于是打算暂时先从椅子上下来，可他已经爬了一半了，没办法，小家伙只能慢慢地抬起一只小脚脚，试图去触地面，然后就听啪叽一声，直接在地上摔成个小黄饼。一旁的周福海没想到小郡主这样都能摔，给他心疼的，正打算伸手要去抱起来哄哄，可就在这时，门口出现了一片明黄色的衣角，是皇上到了。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爷，团团是怎么摔下来的呢？怎么啪嗒一下就变成这样了？直接给朕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真乖。今日虽然是除夕，但也不必行此大礼。团团真不愧是朕的乖孙女儿，懂事儿。
什么行大礼？他是爬龙椅摔下来了呀，皇上。皇上，文武百官还都跪着呢。都起来吧。是皇上。怎么这个姨姨的鸡毛比爹爹还多一根呢？团团好想给他拔一根下来呀！团团不允许任何人的鸡毛比爹爹多哦。嗨，腿太短，够不着呢。都坐下吧。随后，楚皇便抱着他的小娃仔在龙椅上落座。叶团团朝着旁边看了看，然后小屁股就开始扭啊扭，最终扭到了他皇爷爷的腿边边，然后嘣的一下就从他皇爷爷腿上滑到了龙椅上坐好。嘿嘿嘿嘿嘿，果然很好做耶！嘿嘿嘿嘿，果然很好做耶！今年又是除夕，这一年朕深知。叶君渊说话的间隙，太监小宫女们开始慢慢上新出来的点心。朕知大楚才子才女云集，然今日……最后一句才说了一半，某个好吃的要和皇爷爷分享的乖小孩已经塞了一颗点心到皇爷爷嘴里。直接开始吧。是皇上。桌上点心可有好吃的？只有一种好吃的呢，就是刚才给皇爷爷吃的那个，其他的都不好吃。你个小娃仔，把最好的点心厨子带回去了，然后来嫌弃朕这里点心不好吃是吧？去让御厨重新做点心，要别的口味。是。皇爷爷呀。怎么了？有没有会喷火的节目呀？可有武将会喷火？回皇上，末将会。好，那就上台来表演。是皇上。好。如此小儿伎俩，实难登大雅之堂。若不是皇上点名要看，本官真想回去洗眼睛。哼，文官就是矫情。再来一个呀！再来一个！嘿，本官怎么会有此等同僚？简直让祖上蒙羞！清绝高雅的不让眼，就这么喜欢街头卖艺的世俗之乐，真是让人不敢苟同。干了！不品人间酒，谁知其中醉？想喝？这是酒，小孩子是不能喝酒的。为什么呀？小团团不理解呢。因为小孩子喝酒不好。可是它闻起来又香又甜耶。皇爷爷呀，团团就尝一口嘛。你说的一口是多少啊？就是一小口哦，抱起来咕噜噜的那种一小口哦。那不行，万一朕的乖孙女儿变成小醉鬼怎么办呢？不行。那团团就尝一点点嘛，好不好嘛，王爷爷？来人，去取茶饮勺来。看着桌上的酒，九王爷突然记起来，当初在青鸾城，他用筷子给小东西尝了一点酒的味道，然后他就开始哇哇哇发酒疯的事情。想到这里，九王爷突然一阵危机感涌上心头，他下意识地侧头朝着主台上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正好的不偏不倚的就看到他父皇那个昏君竟然拿着一根银勺正在给叶团团喂酒。这一轮送上的点心有没有好吃的？
麻酱清蒸南瓜鸡肉条好吃哦。小太监上菜的时候就说过1遍，可是他竟然能把这么长的名字说得这么清楚。真的小孙女儿是有些奇妙的天赋在身上的。叶君渊正忙着骄傲，没注意到他有天赋的小孙女儿2个小圆脸颊微微有点泛红。皇爷爷呀，怎么了？钻进去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明显是小龙袍穿大龙袍呗。未来女帝嘛，总要先适应一下正版龙袍。咕咕鸡，团团的咕咕鸡呢？朕怎么听不懂？什么咕咕鸡？嘘，咕咕鸡丢下了1颗蛋，小咕咕蛋在找咕咕鸡哦。朕的小娃仔在说什么呀？朕都还没懂什么是咕咕鸡，怎么又多出来1颗蛋？哪里有1颗蛋呢？那1颗咕咕蛋哦。九王爷见叶团团满脸呆萌，行为奇怪的样子，根据经验来说，他知道叶团团这个渣渣酒量的娃离发酒疯不远了，于是又给自己倒了1杯酒。怎么说呢，就还有点期待。小心是咕咕蛋的蛋黄哦。咕咕蛋？某个咕咕蛋当场就拒绝了黄爷爷这个人类的融入，不仅不理他，还要背过身去，用小屁股对着他黄爷爷。咕咕蛋，这是怎么了？咕咕蛋被敲破壳，死翘翘了呢。不是说死翘翘了吗？怎么还能动？咕咕蛋，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咕咕蛋现在在bản命哦。什么命？这是哪里的方言？朕怎么听不懂呢？咕咕蛋是在抽风风哦。抽风？咕咕蛋是在抽风风哦。抽风？陈大人可有急乎？连小郡主都会抽风，本将有点病，怎么了？你们文官懂个嘚儿！咕咕蛋把自己抽起来了呢。这下好了，全国的武将都知道他会抽风了，还能把自己抽到坐起来那种，真行。去史官那边传本王的话，让他把小郡主的事情写清楚一点，最好写进正史。等叶团团长大了，嫁人了，本王要在她成亲那天拿出来念。本丹要干什么来着？好像要找什么来着？呀呀呀呀呀！咕咕鸡，咕咕鸡，呀呀呀呀呀！坐在不远处的皇后感觉身后好像来了一阵风，然后下一秒她就觉得帽子被人突然一拽，她整个头都被人扯了一下。大胆！怎么还有一只大嘴无毛鸡呢？不对，好像是牛神。不对，是无毛鸡。怎么一会是无毛鸡，一会是牛神呢？小家伙想不明白了，只能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鸡毛。看着看着，醉醺醺的小脑瓜突然叮的一下开窍啊！甚至小脑瓜里还非常天才的跳出来一个公式：无毛鸡加鸡毛等于牛神。善良团团将小手手一举，就要把鸡毛递给他牛神，要让牛神从无毛鸡变回来呢。可是这手一举，再往前一戳，一根暗光蓝墨色的凤羽就这么戳到了太子妃的鼻孔里。请皇上替臣妾做主啊！叶君渊动了动唇，正要说话，就
就在这时，九王爷淡定地站起身来，大步走向主台，然后微微矮身，长臂一捞，将某个戳人鼻孔的小醉鬼薅过来，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凌华步，好功夫啊！没想到此等轻功还能用于带娃逃跑，真是妙啊！什么步？你不懂。不过丹的大王都要被挤出来了呢。今日是王爷亲自带小郡主进宫，不需要我们在门口等小郡主出来，所以我们不能第一时间见到小郡主，少看一眼什么的，真是好难受啊。那可不咋的，而且你也不知道小郡主在宫里头有没有被欺负啊。小郡主还那么小，万一受了委屈怎么办？哎呀，真是好担心呐。这么冷的天儿，也不知道郡主的小手手动不动。此刻我就算是坐在火堆前，一想到小郡主可能会受冻，我的心都是凉的。我怎么觉得有点恶心呢？见不到小郡主，胖哥我今晚的跨年夜宵都不想吃了。二五二峰，你可别再吃了，算我们求你了。暗卫司这边虽然满屏都是悲伤，但是真正悲伤到捏紧拳头的是千骑营。王爷怕这17个兄弟的家属寒心，所以发回去的死亡兵书都说的是在战场上为国牺牲，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本不该死。我陈凯旋今日立下重誓，不为兄弟们报仇，我誓不为人。不为兄弟报仇，誓不为人。王爷夹着小郡主回来了。千骑营的人麻溜的将地上的酒收拾干净。你们光收拾碗是没用的，最好拿水冲一冲。咱小郡主的酒量那是小于等于1滴，我一会儿冲完了，你们再拿火把燎一遍，我怕小郡主给闻醉了。哈哈哈，这位少侠你是谁呀？我不过是胖了2斤，小郡主就不认我了。不过丹的大王都要被挤出来了呢。怎么，你还能吐出一颗蛋黄来？王爷，先把小郡主放到房间里。您这么夹着，要是夹坏了可怎么办？小郡主还这么小。又来了是吧？嚯哈哈哈哈！小郎君，抓住你了！老子，你这酒疯没完了是吧？本王不是小郎君。老郎君，你再敢说本王老，就罚你永远不能出门。你想把我关起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就算是得到我的人，你也得不到我的心哦。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平时都看了些什么少儿不宜的东西？你这小子，别以为长得好就能骗取我的内功心法。哼，你做梦。他说的心是指内功心法，那还好。除非你洗干净，主动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是双明门的门主大美人。你不要不知好歹。我疼，我人。好家伙，3个字错2个，不光错，还十分顽强。就算是被搓汤圆了，都要坚持说完。说完之后，脸有点疼，于是就生气了。虽然人家喝醉了，但是人家不是小笨蛋。本姑姑的一定要努力修炼出2颗蛋黄。你不是双明门的门主大美人吗？怎么又成了咕咕蛋？美人的事情你少管我。好，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努力修炼出2个蛋黄来？美人的事情你少管我。
好，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努力修炼出2个蛋黄呢？因为修炼出2颗蛋黄就会变成咕咕蛋蛋。什么玩意儿？咕咕蛋蛋是我们双明门的最高境界。这是个什么道理？所以说，你们双明门的最高境界就是明慧中的字，是一双一双出现的，是吗？就比如咕咕蛋蛋，甲甲乙乙。就这，本王刚才还产生了兴趣，还问了那么多问题，现在本王觉得好羞耻。哎呀，小郡主还真是好乖呀，都不要人哄就睡着了，真不愧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省心小乖乖。今天晚上的踩点任务，安卫司那边完成的怎么样了？九王爷这边刚问，正在树上房顶上值守的暗卫就感受到了2道强横的气息朝着九王府来。小郡主睡了吗？小郡主的房间刚熄灯，应该是睡了。12听到小郡主已经睡了，这才放心下来，心一松，压着的那口气血顿时涌了上来，噗的吐出了一口鲜血。我操！妈的，聂麒麟，你是不是回光返照了？12都重伤，他不应该是伤得更重吗？背人什么的，绝对是回光返照啊！我们找到了死士的训练点，但是回来的路上遭遇了伏击，而且伏击我们的人对我们很了解，似乎把我给认出来了。碍于聂麒麟的身份，兵部第一老将军聂远清之子，不想得罪兵部，所以想方设法的把聂麒麟支开，然后他们分出16个死士围攻12。我以前只佩服王爷、白市长、二爷还有凯旋，可今日见了12只神勇，心中的偶像顿时就多了一个。你走这边干什么？这边离小郡主这么近，万一给看见了，绕路啊，蠢死了。好，这就离小郡主远远的。怎么说话的？跟偶像说话好难。多走了一段路，12终于被放下来。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怀里带着血的图纸交给金小金。去书房交给白市长，这上面画了公布那些死士的具体训练位置，还有目前人数等基础信息。书房交给白市长，这上面画了公布那些死士的具体训练位置，还有目前人数等基础信息。尹居正此人还真只是表面忠诚，背地里竟敢养这个数量的死士。这人还真不是表面上的和事佬，算得上是布局深广。能坐上尚书之位的，哪有等闲之辈啊？出任务的暗卫司和前期营可有损伤？全数回来了，但是12受伤不轻。何故？是属下没部署好，算漏了公布的人应该是查过九王府的暗卫司的，所以遇到聂麒麟的人的时候，果然避让了，这才导致12被围攻。不，恐怕就是冲着12来的。小东西睡着了？睡着了。还好小郡主是睡了，要是得知12受伤，怕不是要闹翻天了。大公子已经带人去给12看伤了，想来应该无大碍。对方死伤人数？公布在京城的死士共有26个，今夜千骑营围猎，斩杀9个，12孤身斩杀16个，余下一个小头目逃进了工部。应该是身上带着比命更重要的东西。大公子已经安排人盯紧工部了，一有消息会立刻汇报。尹公子，奴家冷。不怕，马上就到了。等过一会儿，本公子就让你从里之外的热。锦雀靠在尹足谦身上，想问问尹公子什么时候把他献给太子殿下。可是他走着走着，发现这条路似乎不对劲儿。尹公子，这条路似乎是通向工部的。聪明。尹公子，你就饶了奴家吧，奴家一个小女子
哪里能去工部？公子，这条路似乎是通向工部的。聪明。尹公子，你就饶了奴家吧，奴家一个小女子哪里能去工部？本公子不试试你，怎么检查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学习防术？不如去您的别院。今日除夕，本公子本应该去参加宫宴，就是为了你才寻了个借口出来的。公子疼奴家，奴家自是知道，只是去工部，奴家害怕。放心，这个时候工部没人，你来本公子处理公务的房间就在桌上，以后本公子处理公务的时候，桌上便都是你的味道。尹公子，你讨厌。哎呀，这些个京官就知道压榨我们这些从地方上升上来的人。大过年的，宫宴都还没散场，他就要回工部来取文书。娘的，这些个官二代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今夜忙完，明早还可以睡个懒觉。哎呀！费明走着走着，总觉得今天的工部不太对劲儿，怎么时不时的就能闻到一股香气，而且还像是女人身上的香气。哎，奇了怪了，工部连跑腿的都是男子，哪来的女子香味儿？哎呀，我这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自言自语间，终于是到了公文区，可是公务区的门怎么是打开的？我记得走的时候是锁好了门的呀。完了，被发现了！不行，不能被抓到，我还没投靠九王府，不能先被弄死。完了，被发现了！不行，不能被抓到，我还没投靠九王府，不能先被弄死。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在小郡主手下发光发热呀？想到这里，费明直接一个矮身，火速钻到了桌子底下。发现不了我！哎呀，小公主保佑我啊！怎么砚台掉地上了？哎呀，这不是尹公子力气太大了，震得地面都在抖，这不就把那边的砚台给摇下来了吗？奴家都有些受不住呢。尹足谦听到这里，顿时连基本智商都没有了，并且坚信他就是那种能把地面摇动的猛男，于是猥琐一笑，又继续过去办事了。我这见你娘的鬼了！你这么凶，你怎么没把房子摇垮呀？我就是个连章程都写不下来的垃圾官二代吗？装什么大力丸呢？我呸！就在费明在心里唧唧歪歪的时候，突然身后的门砰的一声撞得可猛。我这桌上办事的尹足谦听到动静，满脸不爽的下来。谁允许你进入这里的？不想活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说。尹公子，贱人，闭嘴！你要说什么？少主，京城暗部被权奸。什么？他悠得有点凶，气息立刻就被死士发现了。于是正在怀里掏东西的死士手指间夹着一张纸，缓慢地朝着费明的方向指来。我日了！小郡主，皇父齐天佑我！别说，这话似乎还挺管用。那死士本就是强弩之末，手臂转到一半就嗝了。锦帛还没打开，尹足谦已经开始觉得腿软了。江南不会出事了吧？他蹲在地上，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将锦帛打开。锦帛不大，上面的字也不多，但是尹足谦看完了之后，久久没有下一步动作。滚！锦雀再次被摔到地上，
而与此同时，尹足谦手里的那张锦帛也脱手而出，正好就落在桌角旁边。尹公子，奴家只是怕你着凉，你若是遇上了心烦的事情，你尽管找奴家发泄就是了，反正奴家早就是你的人了。你是本公子的心肝，日后你跟了太子，本公子还得仰仗你。快别哭了，你之前不是想要玉锦坊的那套珠钗吗？本公子买给你。尹足谦正在哄女人，而桌下的费明看了看近在咫尺的那张锦帛，这一刻他敏锐地觉得建功立业就在这一刻了，于是冒险伸手将地上的锦帛抓近了看了一眼。小郡主快尝尝，这是小峰和江南御厨一家琢磨出来的新品汤圆，好吃的。哎，先吹吹，先吹吹。呼呼呼呼，哇，好吃耶！小家伙秉持着好吃的要立刻分享的原则，端着小碗朝着窗外喊：“12呀，12呀呀！”别说，多加几个鸭还真的很见效。只见窗外一个黑影唰的一声闪身出现。属下在。快，尝这个，好吃呢。多谢小郡主。怎么样，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啊？好吃。哎，我也想吃小郡主给的汤圆，肯定很好吃。哎呀，谁说不是呢？我也是啊，而且我还没吃早饭。小郡主如果不投喂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要被饿死了。我感觉我已经没力气拿笔了，太饿了。哎，不是，那后房那边的3碗牛肉卤鸡爪刀削面配猪头肉是谁吃的？话音刚落，3道眼刀齐齐甩来。我的意思是，我去收一下碗。小峰呀，爹爹呢？大哥哥和二哥哥呢？白呢？后院新来的咕咕鸡呢？王爷和白市长在书房说事情，大公子和二爷一大早的就出门了，一个去忙情报的事情，一个去忙军队抚恤的事情。至于后院新来的咕咕鸡，小峰指了指小郡主手上的鸡腿。这就是。吃过早饭，某个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流窜的小奶娃收拾小宝宝，准备出门。小短腿儿都走到了前院了，突然记起来今天爹爹在家。九王爷手里拿着一本书，此书的封皮已经磨损得快要看不清封面，书角也是接近被磨圆，看得出来这是一本被很多人看过的绝版货。这是哪个孤儿书社出的书？就在九王爷十分暴躁的时候，书房门口突然冒出来一个小脑袋瓜子。爹爹！九王爷都来不及应声，只是飞快地将手里的画本子朝着背后一藏。这会儿还是早上，他应该还没睡醒吧？应该属于智商低谷期，所以说应该是没看到。爹爹，你身后藏的是什么东西呀？这个问题是真的给九王爷难住了。机智如九王爷一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昨晚上跨年，别家的小孩都在咿咿呀呀，但是九王府的小魔头竟然睡了。不过睡了正好，九王爷随即就命人去小郡主房里找画本子，并且表示本王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画本子，叫他滚本王叫小郎君。什么？爹爹，你身后藏着什么呀？什么藏着什么？本王听不懂。难道团团看错了？不信邪的小团团快步走过来，把他爹的手抓过来，翻来覆去的仔细瞧瞧。爹爹呀，团团刚才眼花了呢。对。
团团眼花，肯定是因为没有吃好吃呢。你自己看看你的小肚肚，还没吃好。不过九王爷的袖子里还藏着画本子，所以暂时不方便激怒他。哦，怎么没吃好的？团团都没牛牛吃了呢，这是最后半包哦。前几天不是才杀了2头牛吗？怎么就吃完了？大部分用来做牛肉干了，6斤牛肉才能做成1斤牛肉干，再加上小郡主又特别宠属下，按位早上吃个刀削面都要吃那种半斤牛肉的刀削面。后厨那边为了公平，又给侍卫营和千骑营2方都送了1只牛腿，所以说几天吃完了2头牛也属正常。行吧，去查查尹家名下还有哪些产业，再给他杀2头牛。爹爹，团团要出去玩哦。又要去哪里？去找糖糖姐姐玩哦。一边说，小短腿儿一边往外迈。最后一个字儿说完，人都已经不在书房了。娃一走，九王爷才重新把那画本子拿出来。叶团团那个小东西是如何从这样一本励志热血的画本子里提炼出那几个句子的？什么喔哈哈哈哈，我抓到你了，小郎君！你听听这个喔哈哈哈，哪个正经主角会这样笑？这个后哈是主角在练拳时发出的声音，那后面那句是钟馗啊哈哈哈，我抓到你了，小郎君如此早起，可是为了内功心法。钟馗2个字比较复杂，小郡主和张可人应该都不认识，所以直接跳过去了，然后掐头去尾的说出来，不就成了那种团言团语了吗？那你说最要命的那一句洗洗干净送我房里来，怎么解释？要回房休息，自然要洗洗的，这说明小郡主是个爱干净讲卫生的好孩子。咱王爷这话题怎么能跟白市长说呢？白市长一个处男，根本懂不起。金小金说得很小声，但是他忘了泡过寒潭水的白市长内力那是深不可测，所以金小金话音刚落，一道强横的掌力便直朝他面门而来。小团团一惊，大眼睛眨巴眨巴，不明白金小金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呢？小郡主，属下今日跟你一起出门行不行？属下刚才说了白市长是 C 男，要是不走一会儿的话会被打哭。老家能否帮本官通传一下？本官想见见小郡主。去，别挡着人扫地。这位大哥，我真的有急事儿，你看看能不能帮我通传一下呀？打扫大叔睨了他一眼，总觉得眼前这个从3品的大人是连夜看完了3头6臂小郡主，然后慕名而来见偶像的。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我就要叫人了。可是，我是真的，哎呀，你怎么打人呢？费明才说了几个字儿，就挨了一扫帚。没办法，费大人只能去想其他办法。劳烦您往里通传一声，公布的年录事宜需要找云儿小姐商讨指教。大人先请进来，我这就去通传。费明坐在右相府的前厅里，心里松了一口气。就在费明庆幸的时候，前厅的会客门开了。费明，你怎么在这儿？你知不知道本公子一直在找你？费明藏在袖子里的手微微发抖，他将手心的紧脖捏紧。他万没想到，他才刚想到投靠九王府的办法，就被尹足谦抓了个正着。小费啊，昨日文书令不是告诉过你，需要替本公子撰写一份章程，今日一早便要交上去，你怎么一个字都没交？下官昨夜参加宫宴，喝了点酒，稀里糊涂的就睡着了。你撒谎！本公子今晨才带着人去了你家，你家房门紧锁，连句说你夜未归，
你昨夜去了哪里？我下官，你是不是以为只要不住在家里，就不必替本公子完成章程了？我告诉你，你只要在公布一日，就需要替本公子办事。是，尹公子说的是，下官这就写。懂事就好，也不枉本公子专门来右相府一趟，给你求的时间。这篇章程你需要在今日午时之前写出来。是。糖糖姐姐，你在家吗？团团来找你玩了哦。下官这就写。懂事就好，也不枉本公子专门来右相府一趟，给你求的时间。这篇章程你需要在今日午时之前写出来。是。右相，不知可否借您跪桌一用？自是可以。右相坐着，尹足谦和费明站着，即便费明手上握着笔，也只能站着写。什么时候我费明也能走上如此高位呀？就在费明心神高远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一阵小萌音。不就是想建功立业吗？不就是想抱上小郡主的小腿吗？怎么想到了产生幻觉的地步？这都幻想出小郡主的声音来了。哎呀！糖糖姐姐，你在家吗？团团来找你玩了哦。这一次不仅是费明听到了，右相和尹足谦都听到了。右相直接从座位上下来，抬步就走出去。此刻已经熟练运用小金牌的叶团团举着小牌牌，一路畅通无阻地走到了右相府的前厅。小郡主啊，他就是右相，也就是云小姐的爹。右相大人新年好呀！小郡主新年好。右相大人，团团可以和糖糖姐姐一起出去玩吗？我们想去放花灯哦。右相哪里敢不同意？就根据他私下掌握的信息来看，他要是不答应，估计右相府就能和尹府一样，需要重修半个府邸。于是右相不仅答应了，还让管家去请二小姐。不过不用请，此时云霓场已经备好了花灯，出现在了前厅门口。放花灯这件事儿是他和小郡主在宫门口相遇时就商量好了的。父亲，小郡主，尹大人，费大人。父亲，小郡主，尹大人，费大人。去吧，能和小郡主交好是你的福气。是。糖糖姐姐，我们走吧。费明把心一横，装作不小心的样子，砰的一声响，右相府木桌旁边的一只银丝边点翠花瓶就这么摔碎了。小团团本着热闹不看白不看的暗卫司传统，扭过小脑袋就朝着屋子里看。是我呀，小郡主，是我呀，就是那个被你揍断了3根肋骨的小官。我。是一个陌生人打碎了一只花瓶呀。那没事了，走吧。于是将小脑袋扭回去，又走了呢。晚了，错过这次机会，我恐怕再难找到机会了。小郡主啊，小郡主竟然不认识我了！哎呀，我死了算了。只有黑白灰的世界啊，为何多了一个我呀？来到了人间，只为感受那无限的悲哀与凄凉啊！就在费明一度认为人生没得意义的时候，某个已经消失在他视线里的粉色小裙裙又突然回来了。灯灯忘记拿了呢。而好巧不巧的，那一串花灯还就是离费明最近。下官这就给小郡主送过去。说着就捧起地上的一串花灯，朝着小郡主去了。
右相府的门口停着九王府的马车，费明将花灯放到马车里，然后趁机将手里捏的汗湿的锦帛塞给小郡主。小郡主，江南出事了，不出半个月，江南的百姓必受大灾呀！说完之后，费明不敢多做停留，转身回去了右相府。爹爹可真是个笨蛋呢，这是什么呀？坐在旁边的云霓裳看了看，然后脸色突然一变。不好，出大事了！难怪我这几天看到孤星南移，果然是南边受灾。小团团，这个要拿回去给你父王看。马车还在继续往清河的方向走，不过马车上的3个小姑娘都被暗卫带回了九王府。小团团迈着小短腿直奔书房。爹爹呀！出门忘带银子了？才不是呢！那是什么？出门忘带嘴了？把嘴撅家里了？爹爹可真是个笨蛋呢，嘴是长在脸上的，怎么可能会忘记呢？为什么每次本王讽刺他的时候，他就可以降低智商听不懂，然后用单纯且不嫌弃本王的神色来攻击本王？宝贝哦。你之前出门那一趟是去打劫流浪汉了。然而当他把锦帛打开之后，看到锦帛上面使用绸缎刺绣这种江南独门工艺绣出来的几行字之后，九王爷微微震惊。你之前出去那一趟是去收尹尚书一家的命的吧？什么书什么命呀？团团听不懂呢。来人，告诉本王，小郡主这块布是怎么来的？回王爷，这是小郡主去右相府找云二小姐时遇到了工部外郎费明，费明偷偷交给小郡主的，还说不出半月江南必遭大灾。费明之前在青州时，小郡主揍过此人，可谁料就因为挨小郡主的揍，使他名声大噪，被工部从青州提拔至京城，官升一级，所以就开始在内心追随小郡主。去请大公子来。正好叶晨刚从外面办事回来，就直接来了书房。安排人去接洽费明，此人有用，不能死。团团好开心。安排人去接洽费明，此人有用，不能死。用你妹妹的名义去。是，父王。叶晨点头，转身出去办事。临走之时，从袖子里摸出来一个精致的小布袋，塞给妹妹，然后才大步出去。这里面是什么呀？说着就直接上手给打开了。可以，不愧是咱王爷的亲儿子，都喜欢用金子做文章。啥意思啊？咱王爷用金子杀人，大公子用金子哄小郡主开心，父子俩呀，简直是一模一样。不是，这哪里一模一样了？一个是杀人，一个是哄妹妹，一样？都能看大用，是不是一样？时常因为不够脑残而和兄弟们格格不入。哇，好看耶！哦，原来大公子熬了3个大夜做的那2幅冬日腊梅，是给小郡主的发夹换的设计图啊！那岂不是全天下至此一对，可谓是雪中红梅，摘与佳人戴呀！原来这个夹只有团团有耶！团团好开心。兄弟们，王硕这狗贼是不是在学咱们说话啊？这旁敲侧击的口气确实是学咱们，但是也不完全像，因为咱们可说不出雪中红梅，摘与佳人戴这种有文化的句子呀。不妙，是不营自从跟了大公子就学会了那套文绉绉哄娃法。不行，我们也要整点花活才行。爹爹，快给团团戴上呢！就在九王爷第5次给娃戴发夹失败的时候，某个小团子扬起小脑袋，用一种拥有一个笨蛋爹爹的痛到底谁能懂的眼神看向他爹。
本王粗能开疆拓土，细能杀人剔骨。虽不能说粗中有细，但是多少也算是粗细结合。怎么就不会给娃戴发夹了呢？本王不信邪。好看吗？好看吗？本王粗能开疆拓土，细能杀人剔骨。虽不能说粗中有细，但是多少也算是粗细结合。怎么就不会给娃戴发夹了呢？本王不信邪。于是这一次九王爷十分认真仔细的迎来了给娃戴发夹的第6次失败。哎呀，28年的人生，从未像今天这样失败过。王爷，你要把银片先穿过小郡主的头发，不然您光是扣住扣环那点头发。话说到一半，白姬就接受到了自家王爷的一道冷谋杀。白姬赶紧住嘴。是属下僭越了。九王爷虽然是无情睨了自己的侍卫长一眼，但是白姬的话他多少是听进去了的。原来还要先搞一撮头发才行吗？这直男九王爷别好了一个还不算完，还要把另一个也别上。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哎呀，简直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乖乖。爹爹，好看吗？好看吗？你不是要出去放花灯吗？对了，要放花灯了。小家伙这才记起来，长长姐姐还在等他，于是迈开小短腿儿，顶着脑门的花花就出去了。12，快给抱出门呐！是。12闪身出现，熟练的矮身，然后单手把小墩墩抱起来。12淡定地用左手拖了一下，可就是这么拖一下，聪明团团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12呀，团团是不是吃胖了？12单手抱着娃往天上抛了一下，然后接住，表示小郡主很轻。哎呀，这手臂上这么长的伤口，他还能面不改色的搞这种跑跑小游戏。小郡主和胖没有关系。小家伙高兴地抱住12的手臂，准备起飞去放花灯呢。可是小家伙抱着抱着，觉得小手手怎么黏巴巴的，摊开小手掌一看，怎么全是血呢？12，是哪个不想要脑袋的人打了你呀？12，是哪个不想要脑袋的人打了你呀？小郡主，这个我知道，就是刚才右相府里费明旁边那个男的打的。叶团团抓了一个小鱼干放到嘴里。那是谁呀？就是工部尚书的儿子，就咱们刚回京城的时候被王爷赏了一鞭子，抽成个红灯笼的那个男的。叶团团还是记不起来，于是又抓了一把小鱼干，举起手手来。这个动作12一看就明白是小郡主要给他吃小鱼干，于是伸手想去接过，但是叶团团挥挥小手示意他蹲下来，12照做，然后小团团直接将小鱼干塞到12嘴里。恭喜宿主购买回金缩骨丹成功，消耗5积分，当前积分余额为160。那个人叫尹足谦，就是咱上回抢亲的那个方世成的亲表哥。原来是那个人呀，可是他看起来蠢不拉几的样子呀，能打得过超厉害的12吗？他手下养着一帮死士，就是那种打起架来不要命的，搞不好还要自爆的那种打架木偶。那爹爹知道这个人吗？知道的，但是王爷向来不看重短期成效，王爷看重的是连根拔起。一旁的侍卫见小郡主和小峰似乎要聊很久的样子，于是去搬了2把椅子来，他们俩一人一把，于是2人坐下来边吃边继续聊。你们小郡主要去打草惊蛇了，你们做好善后的准备。是，王爷。院子里12感受到4肢百骸的暖流过处，身上的伤口也十分明显的在愈合。
他知道小郡主给他吃的恐怕就是白市长之前吃的那种药。小郡主，我们现在去哪里？小郡主，我们现在去哪里？去欺负人哦！小郡主啊，这是尹家在京城的势力分布图，可以当做地图用。侍卫营出品的地图，那简直就是给小郡主量身定做的。为了让识字不多的小郡主看得懂，内容还以半画半文字的方式呈现。那我们就先去月上那边了，团团认识路哦。小郡主竟然看得懂地图了，真不愧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天才，和侍卫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小郡主，小峰峰当主力军怎么样？这小峰峰是谁啊？我可以戴面具，保证不暴露暗卫的身份。哟，胖哥，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么积极主动。胖哥要减肥了，运动运动。出发。他们要去打劫谁呀？去收拾尹足谦。那算我一个。小峰说他当主力，你估计捡不到漏。前辈，你这捡漏这个词儿会不会有点不礼貌啊？你要是真想做点事儿，还不如帮我把这块地扫一扫。就刚才那几个暗卫吃小鱼干的地方，虽然说不上脏，但是地上多少会有点鱼皮脆之类的屑屑。小郡主吃的？怎么可能啊！小郡主是个爱干净的乖乖小奶娃，根本不会把地面吃这么脏，这些肯定都是暗卫吃的。有道理。小团团，我们把陈七一起叫上。叶团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上陈胖气，不过既然是长长姐姐提出来的，那她就会答应哦。于是马车在蓝山阁停了片刻，然后九王府的马车后面就多了一辆兵部的马车。给本团团打，哪怕是一只碟子，本团团也不想看到完整的。小郡主，这家乐坊其实并不是表面上那样培养乐人之处，实际上这里培养的是识女子，就是利用女子世人淫乐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什么是识女子呀？这位说书先生，你快编一个。这里就是那种会吃掉女子的精神气节的地方，所以才说识女子。懂了，这个地方吃人哦。乐的主要作用是使不同等级的人互相沟通，使人产生和谐的感情。万万没想到，沟通是如此的沟通，和谐是如此的和谐。真是肮脏。小团团，我支持你把这里烧了。团团什么时候说了要把这里烧了呀？不对哦，团罗来这里并不是要烧房子哦。来人呐！属下在。给本团团打，哪怕是一只碟子，本团团也不想看到完整的。哪怕是一颗小汤圆，也要给本团团突出一个洞洞来哦。是。只见小风一个起跃，长刀往下一个狠劈，正好一个抱着琴的女子从门口路过，看了一眼之后便直接吓晕了。胖哥，我只是砸店，又不砍人，你在怕什么？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救命啊！大爷，你不要杀我，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停，都住嘴！咱家小郡主还在外面，你这话要让小郡主听到了，我就真要你脑袋了。我不想死的都出去，别妨碍我们砸店。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大爷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打。他后面的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就被直男暗卫 C 一脚踹出去了。我喜欢老实人。是谁砸的？不会是穿蟒袍的那个小女娃吧？昨晚上死士送来的锦帛，你可看见了？奴家没有看到。
你若是敢私藏，本公子绝不饶你。公子，锦雀对你一片真心，日月可见，又怎么会对你撒谎？公子若是不信，搜身便是。好了好了，是我话说重了。公子是主，锦雀是奴，是打是骂都是锦雀的福气。公子说重话，锦雀也只当是教诲。你来工部干什么？公子，玉网被人砸了，锦雀冒死逃出来报信儿。什么？是谁砸的？不会是穿蟒袍的那个小女娃吧？奴家看到门口站着的是陈小公子，而且进来砸店的人个个都很高大，虽然是砸店的，但是他们行事作风都很讲规矩。行事作风有规矩，那应该是陈气带着兵部的人来的。陈气那小子是不是疯了？无缘无故的砸店干什么？还真当自己是京城纨绔第一人了？公子，那现在怎么办？乐坊若是没了，奴家的姐妹们便没了去处，岂不是要流落街头？本公子这就去会会陈气。给本公子站住！没错，前面正在拐弯，打算去砸下一家店的正是叶团团的马车。在京城里还有人在我兵部小白龙面前自称本公子啊！陈气调转马头就准备回去，可谁料有人比他更快。只见叶团团的马车咻咻一个猛烈的掉头。你好呀。我不好。不是说是陈气吗？怎么是九王府这个小蟒袍？就不该信锦雀这个贱人的话。小风呀，就是他奏的12吗？没错，就是他。哦，不行，这个是小张做的瓶瓶，不可以乱扔的。于是又从怀里掏了掏，这次掏出来一个芝麻丸。不行，这个好好吃，不可以浪费的。正要继续掏，坐在一旁的鱼泥厂将自己头上的珠钗给他。要这个。于是小手手一举，然后就听咻的一声，你给本团团滚回来哦！那个小郡主，下官还有公务在身，须得离开。说着就又想走，叶团团不紧不慢地再次在怀里掏，然后一个金灿灿的玉字金牌就被掏了出来。我后悔了，我不该出来，我就该烂在工部，这下好了，不仅走不掉，而且还要任人宰割了。小郡主，下官跟你无怨无仇。还无怨无仇？此人不仅打了12，还是安排人杀，欺负了王府的2个伤兵，更早之前还欺负了不少千骑营的人。来人呐！属下在。给本团团揍他，揍成红灯笼哦！是。九王府的人一拥而上，直接把人围起来。救命啊！饶命啊！突啊！救命啊！红灯笼任务完成。天怎么黑了呢？可是还没吃晚饭呢，怎么可以天黑？哇！真的可以飞上天耶！糖糖姐姐，快看呐！天怎么黑了呢？可是还没吃晚饭呢，怎么可以天黑？就在叶团团为了一顿晚饭，小嘴试图嘚不嘚说服老天爷快重新亮起来的时候，马车调转车头，12松手。天又亮了呢。可是刚才团团想做什么来着？这天一黑一亮的，小脑瓜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呢？小郡主，可是要去放花灯？对了，要去放花灯来的。团团要去放花灯了哦。
小萌音一出，都还等不及暗卫司哟吼的迎合，正前方就出现了几匹高头大马。河边温度低，放了花灯也飘不远，还不如放孔明灯。大哥哥，什么是孔明灯呀？团团都没见过耶。既然妹妹都问了，那叶战这个做哥哥的必然要演示一下。于是叶战当场就点了一个孔明灯。哇！他还可以送东西上天，比如你的花灯。真的吗？真的吗？耶！叶战用绳子将花灯绑在孔明灯下面，然后点燃孔明灯的固体燃料。很快，孔明灯就带着叶团团的粉红色小花灯上了天。哇哇哇！真的可以飞上天耶！糖糖姐姐，快看呐！小矮子，想不想看人上天？今日我带来了最大号的孔明灯啦！小矮子，想不想看人上天？今日我带来了最大号的孔明灯啦！这个灯灯真的可以把人放上天吗？放了那么多血，再切一点肉下来，重量应该就能轻到上天了。把人绑上。是。千七营的人像是拉死狗一样的把引足签拉过来，然后双手绑在大号孔明灯的下面。看着飞得越来越高的吊人孔明灯，周边的百姓没人敢往这里面靠近。这段时间的憋屈总算是缓解了。兄弟们，你们可以安息了。原来这样就可以在天上飞了吗？只要把手绑起来，挂在大灯灯上，就可以飞上天了吗？快给绑起来呢！团团也要上去呢。众人一惊，我的个小姑奶奶！引足签在天上越飞越高，叶团团在地上捉急跺脚。哥哥，团团也想飞高高哦。妹妹的小脑袋瓜里装的东西，为什么永远都和别人不一样？难道这就是你们仙女的思考方式吗？公子在那边，又朝着这边飞过来了。快来人，快把软床抬过来！若是公子掉下来，快！那边东南角那边去个人，快点！公子，我们家公子。一路吵吵嚷嚷的，显然是工部得到消息过来救人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九王府的小郡主在地上看热闹，工部的尹大人在天上飞？我知道，是尹大人在后边喊站住，然后呢，小郡主就把他打了一顿。再然后啊，小郡主的哥哥就来了。你想啊，哥哥怎么能见妹妹被欺负啊？所以就叫人把尹大人挂了起来。这不吗？就给挂到孔明灯上边去了。所以就在天上飞了。不是小郡主在揍尹大人吗？为什么是小郡主被欺负了？你这前后矛盾吗？你想啊，小郡主才多大呀？才3岁半，3岁半的孩子怎么能斗得过一个官老爷呀？所以说，表面上是小郡主在揍人，实际上小郡主肯定是受了委屈呀。旁边的人一听，好像有些道理后，于是这些获取了第一手资料的人开始往外传消息。别人飞又不是自己飞，还不如回家干饭呢。老张，新年好啊！你知不知道尹大人为什么在天上？这问题一下子就让周围的人全部围了过来。就是小郡主被尹大人凶了，然后小郡主就叫人揍他，但是尹大人这人使了阴招，小郡主就受了委屈，然后小郡主的哥哥就来了，然后尹大人就被放到天上去了。此事保密，私下议论朝廷官员那是大罪。然后这些获得第二手资料的人开始继续往下传。你们知道吗？这位尹大人使阴招，小郡主受了委屈，然后就叫人把他放到天上去了。最后半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一件事，小郡主一言不合就把人挂到天上去了。
谣言越传越快，越传越多。很快，纨绔小郡主的威名就以月相为中心，朝着四周发散开来。嗨，别人飞又不是自己飞，还不如回家干饭呢。看完了热闹的小家伙将身上的瓜子皮仔细收好，然后和长长姐姐牵着手手，准备回王府干饭去。小郡主好乖哦，走的时候还会把果壳带走呢。吃饭的时候谁也没提今天白天的事情，自然也就没人敢说二世子跪在院子里的事情。只是叶团团这个小娃娃吃着吃着就要从怀里摸出来一个油纸包，然后偷偷摸摸的往油纸包里面放鸡腿、鱼排、小蘑菇、牛柳。不光偷偷摸摸，还贼兮兮的低着小脑袋，试图用自己头上的小卷毛挡住他爹的视线。你二哥不吃小蘑菇。呀，被发现了。既然被发现了，那我们团团就不藏了。小家伙大大方方的从他爹腿上滑下来，然后拿着油纸包出去给他二哥哥送吃的。本世子不饿。天气有点冻手手，搓白了呢。妹妹的爱真的很不靠谱。天气有点冻手手，搓白了呢。妹妹的爱真的很不靠谱。喝完了就该睡觉觉喽。不说碟子能死啊。二爷，天儿冷，您将就着点用。小矮子那边怎么样了？是不是在给本世子求情？小郡主在书房喝奶，王爷在看文书。没给我求情。哼，以后再也不理会小矮子了，这个没有良心的妹妹。今天出门干嘛去了？团团今天出去放灯了哦。放什么灯？就这样那样，然后那样这样，人就呼呼噗，叽叽叽叽叽的飞了起来呢。哼，还挺形象。团团又追走了。九王爷十分无语地伸出一只手捞住了他的小后背，后背的确是捞住了，重心也稳住了。但是重心向下的之后，一双小脚脚就直接翘了起来，短短直直的小短腿儿就直接蹬在了他爹的脸上。小郡主，喂！九王爷直接把娃翻过来，打算拎在手上，直接把娃丢到他房间去。爹爹又要逗团团了，呀，好疼！团团哭死算了，父王，一切都是孩儿擅作主张，和妹妹没有关系。妹妹还小，她什么都不懂。父王，一切都是孩儿擅作主张，和妹妹没有关系。妹妹还小，她什么都不懂。哭到一半就被捏住了小嘴儿。知道本王为何罚你吗？因为孩儿鲁莽，放了引足千天灯。你是本王的儿子，是大楚的世子，放一个作恶多端的大臣之子的天灯，有何不可呀？父王。九王爷将手上的奶娃交给白姬，让他给抱回房间去睡。不知道为什么爹爹一讲道理，团团就更困。给你的下属报仇没错，你想替你妹妹扛事儿也没错，但是做事情之前要想好如何承担后果，否则就是鲁莽，是冒进，是莽夫。孩儿知错，回去反思。是，父王。叶晨可回来了？尚未回府。可知去了哪里？是去了左相府，像是听闻左相今日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所以晚上都没来得及吃就去了。
小郡主，这边，把小被子盖好呀。其实人家也不是在平白无故的滚来滚去啦。团团好喜欢，团团和团团的小发夹一刻都不能分开，所以晚上睡觉也要把梅花小夹子放到小枕头旁边哦。小四也是要睡在团团旁边的哦。小家伙睡着睡着，总觉得一边枕头高一边枕头低，于是伸出小手手摸了一下，然后就从枕头下面摸出来一个小兔兔。哇，团团的枕头是会长兔兔的吗？这是二爷白天偷偷放的，我在窗外看见了。团团喜欢。来，快安排个兄弟去二爷房里，告诉二爷，小郡主很喜欢他给的新年礼物。二爷房里的灯都熄了，应该是睡了吧？不可能，二爷没听到小郡主说喜欢他送的礼物，肯定睡不着。就算是熄了灯，那也肯定是假睡。也对。暗卫应声之后，就掠去了二爷房间里报信。果然，他刚说完，房里的夜战就秒回：知道了，以后他就叫小兔兔了。小兔兔。今儿晚上，叶团团打算抱着小兔兔睡觉，这个画面十分的和谐温馨。除了蹲坐在床角落的小四，怎么还有一个蝴蝶结呢？原来是给小四的呀。等到团团和张可人都呼吸均匀地睡着了，夜色中，小四努力地睁开圆圆兽瞳，然后对着那只小兔兔伸出自己雪白的小爪爪。来了，小四爷带着争宠的气质来了。可是下一秒，小神兽又看看一旁的写着叶小四的粉色中号蝴蝶结，用雪白的爪爪挠挠自己的小耳朵，然后啪叽一下栽到床上继续睡了。我说什么来着？咱二爷可不是莽夫，你瞧瞧，连小四的小心思都知道，还多买了一个蝴蝶结来哄弟弟来着。下回还有谁说咱二爷粗枝大叶，那我跟他急。二爷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重感情而已。尤其是张一鸣被害了之后，二爷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所以说，咱二爷并不鲁莽。如果非要说显得不够稳重的话，那也是因为咱王府的别的孩子太过优秀了。对，主要是咱小郡主真是又聪明又可爱，还会放花灯，简直不要太聪明。没错，小郡主真是太优秀了。大年初一的晚上，月亮高悬，九王府的暗卫聚集在房顶上，莫名的就叉腰骄傲了起来。你看，他们是不是有那个大病？今日眼竹签被绑在孔明灯上放上天的时候，你也在。是的，父亲，霓裳也在场，并且目睹了全过程。今日之事，你可有什么要和为父说的？父亲不必担心，小郡主把霓裳保护得很好，从头至尾，霓裳都没下过马车，无人知道我在场。下去吧。是，父亲。云霓裳扶了扶身，准备走。可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云燕再次叫住他。今天是你的生辰，也是你母亲的忌日，今日过得怎么样？霓裳今日过得很开心，小郡主送了一盏花灯上天，正好那一只就是霓裳准备给母亲点的灯。你出生就没了娘，这些年也是苦了你了。父亲，明日早朝，言多必失。说完就告退了。儿啊，我的儿啊，真是作孽呀！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儿啊，我唯一的儿啊，你这样，为娘可怎么活呀？
此，您要保重身体呀。至少少爷还活着，您可千万不能动气了，尹家不能没有您呐。明日早朝，本官即便是这顶乌纱帽不要，也要皇上给一个公道。老奴已经安排了人去城防司。去城防司可以，但是先不要主动联系太子。老爷这是何意？难道少爷已经这样了，还不算是和九王府结了死仇吗？尹居正和管家正在谈话，门房那边来传话，说是东宫那边请来的御医到了。尹居正沉了沉眉，然后抬步朝着尹足谦的房间去。尹大人，令郎无妨，直说就是。尹大人，要卑职延续令郎的命是没有问题的。儿啊，我的儿啊，老天有眼，你不会死的，那些个害你的人终将得到报。好了，那谦儿这身体还能恢复？卑职能做的就仅仅是保住令郎不死而已。能有清醒的时候吗？即便是耗尽天才地宝让令郎苏醒过来，到时候恐怕也只能处在精神混乱的状态，哪怕是醒过来也是个疯癫之人呐。御医说完，杜丽花站起来猛地一抽，晕了过去。夫人，等到终于安顿好了，杜丽花也送走了御医，尹居正已经睡意全无。他回到书房问管家：逃出去那个死士可查到了？查到了，他最后去的地方是工部，断气之后，尸体被少爷安排人丢到了乱葬岗。最后去见了谦儿。当时谦儿身边还有谁？还有一名使女子，名为锦雀，原被养在乐坊，最近和少爷走得近。可带回来了，本官要亲自审问。老奴无能。死女子在公子遭难之后就没了踪迹，从下午到现在，一连几个时辰都没找到人。废物，连个女人都抓不到。是老奴无能。起来吧，给本官更衣。老爷，您一宿没睡，眯一会儿吧。更衣。是。娘，大人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上朝了呀？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不对呀，按理说初二到初七不应该是短朝吗？看到了吗？这呀就是当大官的觉悟。就算是制度要求可以晚起，但是大人们还是很早就来上朝了。勤奋的人，哪怕是已经走上了大楚的最高官途，也是不忘勤奋本质的。娘，我怎么觉得是小郡主昨天把人放到了天上，所以今天大人们上朝特别积极，就怕稍微出错，下一个被放到天上的是自己。小郡主是个郡主，她不能把大官都放到天上去。小郡主不只是郡主吧，她还有一对雪白雪白的翅膀，翅大大如车盖。昨天那个事情你怎么看？我知道。若不是念及同朝为官，本将真想把你我若是皇上问起，你就说不知道。啊？什么玩意儿？这文官还真是，多说几个字，能死是不是？不知云相如何看？下官看过云相当年写的《王权与思君》的文章，读完之后如醍醐灌顶啊。是啊，如今雷相告病，云相为皇上分忧，要双倍殚精竭虑了。哪里，诸位大人都是大楚的公谷，太子殿下和九王爷到了。太子殿下，九王爷，诸位大人无需多礼。
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尹居正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这般不上道，难不成还想让皇上主动提起？狗脑袋真是不想要了。皇上，老奴听闻昨日尹大人之子莫名就乘着孔明灯飞上了天，也不知是何故。哦，飞上天？那也太危险了。尹爱卿，家中可还好啊？犬子与死无异。怎么回事？可是从天上摔下来了？犬子并非主动摔下来的。什么？程方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父皇，昨日是九王府的小郡主叶团团、二世子叶战联手将尹大人之子尹足谦挂于孔明灯下，放人上天，后者坠落，导致全身骨折。经御医诊断，尹足谦伤残终生，恐难以下床。竟有此事！皇上息怒！何故将人放上天？只因尹足谦说了一句站住。老九，太子所说可为实情？太子殿下所言并非实情。难道九王爷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推翻客观事实吗？尹大人莫要急于下定论，且听本王把话说完。尹大人独子被挂上天这件事儿，本王承认是本王的孩子干的，但是太子殿下说是叶团团和叶战联手，这一点本王不认可。那九王爷说说是怎么回事？并非联手，叶战这个孩子从小就胆小怕事，根本不可能干得出这种事情来。其实这件事是叶团团一人所为，和叶战没有关系。啊，这……老九这个逆子是想把事情推给朕一个人处理，因为他知道朕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处罚朕的小娃崽的。哼，好个老九啊，长老了，翅膀硬了，敢算计朕了。肯定是去上朝的爹爹想团团了吧？小郡主，你看这个好像是小四哎。小四呀，团团要把你吃掉哦。正在努力吃面的单纯小神兽嗷嗷呜，然后下一秒就把自己卷绒绒的小脑袋主动朝着团团嘴边送去。小四爷，小郡主是说要吃你这个形状的牛肉片，不是要吃你啦。哇哦！啊，这是特意留下的断口，小郡主顺着这里掰下来，就能拿在手里吃了。好爷，团团马上就吃哦。团团把面面吃完就吃花花哦，不可以浪费食物呢。厨房做饭饭也很辛苦哦。不凉啊。团团不冷哦，那为什么会突然打喷嚏呢？叮，知道了，肯定是去上朝的爹爹想团团了吧。王爷此刻肯定在宫里给咱小郡主扣了黑锅。哎呀，这事儿小郡主不仅不知道，而且还打喷嚏，以为是王爷想她了。小郡主真是好单纯，这么乖乖的一个小奶娃，怎么就遇上了王爷这种黑心爹呀？才3岁而已，不仅遇爹不说，还要背黑锅，真是让人好生心疼啊！要是咱小郡主知道王爷在朝堂上把锅给了他，小郡主会不会气哭啊？真是好担心呐。应该不会，咱小郡主属于比较大气的小奶娃。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最多也就是问王爷要200头牛吃吃。
这的确是小郡主干得出来的事儿。老九，你说说，叶团团今年几岁了？真的如此不懂事？3岁半。王爷此话口说无凭，怎么就和叶战没关系了？难道尹大人比本王还要了解本王的孩子吗？还要凭据？要什么凭据？本王就是凭据。尹爱卿乃国之重臣，为国为民操劳多年，如今独子遭遇祸事，于公于私，朕都是要亲自过问的。老臣谢皇上隆恩。老九，你说说，叶团团今年几岁了？真的如此不懂事？3岁半。3岁半，的确比较小啊。皇上，臣以为小郡主属于年幼，对于把人放上天这件事，或许幼年的认知是好玩，并非恶意。左邻乃左相门生，左邻这么一说，顿时就有不少官员上前表示赞同，其中有一半都是左相在朝中的门生好友。你要问为什么左相的人会出来替小郡主说话，那显然就是因为叶晨昨晚去左相府迟迟未归办的事儿。太子，当时可还有旁人在场？除了九王府的人之外，还有兵部尚书之子陈器。哦，陈器竟也在。朕要是没记错的话，陈器那个孩子和陈儿一般大，今年当有14。回皇上，小儿确实和大公子一般年纪，已满14，虚岁15。14岁，当是明事理的年纪了，怎得和小郡主一起做此等不明智之事？就在陈将军急得后背都汗湿了的时候，站在一旁的礼部尚书轻咳2声，回禀皇上，老臣并不知道他出去见了小郡主。陈器这逆子昨日回来之后，也半个字都没有说。您真不知道？那昨夜我去东市那边买深夜滋补鸡汤的时候，路过陈家府邸，怎么听到陈器的惨叫？难道不是您在揍他吗？俗话说得好，看破不说破。季大人板正地站着，继续看皇上如何保下小魔头。小郡主，陈器被打板子了。没怎么样，打板子又不能减肥。既然陈将军不知，那朕现在便告诉你，陈器作为兵部幼子，眼看小郡主胡闹而不劝阻，为大错，有错当罚之。不是，今儿是什么日子？怎么本将倒了如此血霉呀？众爱卿可有异议？目光扫了一圈之后，落在右相身上。云相以为如何？皇上所言甚是，老臣无异议。您要给小郡主移锅的目的，老臣已经深刻领悟到了。季侍郎，你如何看？回皇上，陈小公子虽年长，但是到底是个4品官员，而小郡主乃封地郡主。若是陈小公子对小郡主之事横加劝阻，多少有以下犯上之嫌。所以微臣以为陈小公子有错，但情有可原。说得不错。昨日之事经过众爱卿朝议，朕决定罚陈器20大板，以表惩戒。至于叶团团，老九，你把他送进宫来，朕要亲自教育。小郡主，陈器被打板子了。没怎么样，打板子又不能减肥。皇上是真宠九王爷的小郡主啊。罗大人，您这不是说的无用话吗？自打大年30那天晚上之后，整个朝堂谁不知道九王府的小蟒袍风头正盛，
连皇后娘娘都要让他3分。老夫的意思是，不单单是从亲情的角度，不管是除夕宫宴，还是与皇后娘娘之间的拔毛之争，说到底都算是家事。可是今日诸位都看到了，军机处的人竟然第一个出来替小郡主说话，这是代表军机处对九王府的小郡主也十分认可。尹大人就在后边。尹大人宽心一些，希望诸位大人日后若是遇上尹某这样的事情，也和尹某一样孤立无援。说完，一甩袖子就大步离开。我的儿啊，我的儿，你要是没了，你让为娘怎么活呀？你爹也不管你，你都伤到快没命了，我苦命的儿啊！尹居正此刻就是觉得一阵烦躁，甚至感觉连回家都十分抗拒。于是尹居正收回腿，转身上了马车，让车夫朝着茶汤巷去了。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爷昨日在出门之前调遣了工部的所有侍寝找东西，似乎是找一个布片小物件，当时是把工部的全部地毯都翻了起来，但是也没找到。布片？本官将此事交由他打理，他竟敢养成私病，而且还如此草包的连重要信息都守不住。老爷，您最近肝火虚旺，切莫动怒才是啊。有子如此，叫老夫如何不动怒？老爷，眼下最重要的是您要保重身体，尹家遭此大难，少爷口不能言。那个女子可找到了？那女子在离开工部之后，就仿佛消失了一般，一点踪迹都找不到。老奴甚至动用了夫人的商行，也查不到此人的任何消息。连你都查不到的话，那就是有人刻意隐藏，否则她一个弱女子是不可能逃得过工部勘察的。前儿是什么时候开始找她？初一的上午7点。是什么时候去工部见死士的？年30的晚上11点。这4个时辰中，去过工部的所有人一一排查，并且调查所有拥有工部钥匙的官员，这4个时辰去了哪里？是，老奴这就去办。1个时辰之后，中书将查出来的可疑官员列出了一个名单，递到了尹居正眼前。误会是小郡主嫌弃我诚意不够，所以不要我吧。不行啊，我飞明已经在心里认了主了，哪怕是让我去九王府扫个地也行啊。误会是小郡主嫌弃我诚意不够，所以不要我吧。不行啊，我飞明已经在心里认了主了，哪怕是让我去九王府扫个地也行啊。就在刚才进行心理活动的时候，又过了半分钟了。如果小郡主不要我的话，那我还不如去死了算了。就在费明焦头烂额的时候，家门口有了动静，听着这车轱辘压在地面上的声音，都感受到了是一辆豪华大车就在他家门口。一定是小郡主派人来接洽我这个优秀的工部暗桩了吧？承蒙小郡主不弃，下官愿世子追随左右。听听这话，光是想想都让人觉得热血沸腾。所以说费大人几乎是跑着出去开的门。只是他才小出来1个字，整张脸就直接僵住了。跪下！这股子上位者的气势瞬间让费明膝盖一软。年30的那天晚上，费外郎在哪里呀？
回尚书大人的话，下官年30晚上进宫去参加了除夕宫宴。本官是问，出宫之后你在哪里呀？回尚书大人的话，下官当时喝水喝得少，没有出宫。你来工部也已经有些时日了，背叛本官是什么下场，你心里应该有数。若是敢反抗，只会适得其反。哎呀，大威天龙，郡主救我！别说，你还真别说，他念完这一句之后，还真没啥用。门口不仅没有出现小郡主，甚至连一丝丝风都没有吹过。哎，绝望了，谁能懂啊？费外郎，你如果实话实说，将东西交出来，本官保证，今日之事，本官就当没发生过。如若不然……后面的话尹居正没说出来，但是看他的表情都知道，他要表达的是如若不然，活不到明天。我一个从青州城来的土官，哪能扛得住一品大员的亲自审问呢？可我要找那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以死，但是不能丢失了信仰。小郡主啊，下官只有来生。就在费大人在心里交代遗言和遗憾的时候，突然大门再次被人推开，费明和尹居正同时朝着门口看去，只见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年老妇正满脸笑意地打算进来。说，你来费大人家里做什么？民妇知错，民妇知错，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民妇再也不敢收大人们的银子了。民妇是被银子晃花了眼，被猪油蒙了心，才敢在大年初2就来收银子。大人能来满春园，是满春园的福气，民妇怎能不知道好歹？什么收银子？你是何人？来此地做什么？民妇是满春园的老鸨，今天来问费大人要补银的。前日费大人在满春园点了3个跨年姑娘，但只给了1个姑娘的银子。本想着昨日便来要银子，但是大年初1问人要银子视为不吉，所以才挪到了初2。这银子民妇应当是记错了，费大人应该是给了的。费大人走得匆忙，连腰牌都忘在了满春园，民妇这给送来了。至于银子，是民妇记错了，是民妇记错了，求2位大人开恩，放民妇走吧。大年30，你去了春满园那样的地方，难怪不敢告诉本官。回尚书大人的话，下官是从地方上调来的外郎，在京城无亲无故，孤身一人，难免孤乏，所以才取了烟花柳巷。还请大人责罚。最终尹居正罚了费明3个月的俸禄，然后就离开了。等到尹居正一走，那原本跪在地上唯唯诺诺、紧张发抖的老鸨一下子就站直了身体。费大人，我家主子要见你。团团听到说陈气挨了板子，本来还想去看热闹，本来还想去看看陈气，可是大哥哥说要带他出门嘛。我们走吧。叶晨帮他头上的小卷毛理了理，然后牵着妹妹出门了。他们去了一家酒楼。好吃呢。一旁的小二一听，赶紧回去后厨交代，一会儿多做2份，给小郡主带走。是不是小郡主喜欢吃啊？小郡主说的是好吃呢。那小二哥帮我问问小郡主，九王府还需要甜品厨师不？你是不是问的有点明目张胆呢？我估摸着你不行。我听闻九王府现在的甜品师傅是宫里的江南御厨，江南的甜品那可是整个大厨之最，
而能从万千江南厨子中进入宫廷的，更是厨中王中王。我做的是小吃，不是甜品，咱不正面刚。小吃嘛，我听我师傅说，九王府里哪怕是个做面的厨子，都能把豆腐切到薄如蝉翼的地步，鸡丝更是能穿针而不断。这跟选御厨有什么区别呀？比选御厨还要复杂一点，因为去九王府还要考虑小郡主喜好。好了，知道了，我多做2份给小公主带回去吃。大公子，小郡主，费大人到了，快请费大人进来。是。下官工部外郎费明，见过大公子，见过小郡主。下官多谢小郡主救命之恩。这就认定是小郡主救的你了？难怪父王说要用小团团的名义去接触这位费大人。父王果然英明，因为这位费大人看起来和家里的兵一样，多少有点团团脑残粉的潜质。你是谁呀？不是，小郡主怎么就不记得咱了呢？小郡主啊，可还记得您去过一个地方叫做青州城？记得呀。您可记得青州城的官员？是那个管爹爹叫叔叔的官吗？那是青州刺史广陵山广大人。那你是谁呀？于是费明只好斗胆模仿了一下小郡主，说：“12，给本团团揍他。”说完之后，满眼希冀地看向小郡主，希望小郡主能想起来，就是青州城那个小官。原来是你呀，小官。对，就是小官。费大人，这片锦帛可是你给小郡主的？是的，大公子。这东西如何而来，还劳烦费大人细细说来。是。费明将那天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雅间内正说着江南密信的事情，候在门口的侍卫千户王硕收到消息，说是云小姐有事找小郡主，此刻正在九王府等着的。糖糖姐姐来找团团了吗？大哥哥，团团要拿给糖糖姐姐尝尝哦。好，还请费大人继续观察工部的动向，我会安排人跟你接洽。云小姐，小郡主和大公子出去了，应该一会儿才回来。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呀？好，师傅让我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照拂小郡主。若不是云霓裳提议让带上陈气的话，殴打引足签的事情还真没那么容易接过去。说到这个，云霓裳略微有些惭愧。那天他原本只是想拉陈气下水，想着小郡主若是被追究的话，兵部还能因为陈气的参与而帮小郡主说话。可谁料这把开大了，陈气直接挨了20大板。云小姐，云霓裳回神看了看外面的天色，他该回去了。若是晚了，大夫人又该责罚他了。云小姐说陈小公子挨了板子，这个是给陈小公子的平安符，是想要问问小郡主能不能以小郡主的名义给陈小公子送去。是要把这个再给陈气是吧？是，小郡主说的对。于是刚回来的小团团又再次出门了。他不是刚回来吗？又上哪儿去流窜？别家的男娃都没有他流窜的勤。应该是去陈家看陈小公子去了。的确应该去看看，毕竟陈家的小儿子是替他挨的打。若是不去的话，容易暴露他没良心的本质。咱小郡主怎么能是没良心呢？人那是天真懵懂，不谙世事，可爱单纯，总之非常乖，和没良心完全没关系啊。也就是咱小郡主出门去了，不然我不信咱王爷敢说这话。就是。暗卫正在房顶上小声逼逼，突然
然，一道谋刃朝着他们这边扫来。那个属下现在去熟悉一下最近需要接洽的人。给小郡主喂着的萝卜炖牛腩好像熟了，属下去看看。属下去个茅房。属下最近口舌生疮，这就去吃一颗闭嘴丸。只听嗖嗖嗖嗖的几道破空声，暗卫跑得比狗都快。明日给嫂嫂下人放一天假，暗卫司负责王府清扫，尤其是茅房。小郡主，救命！小少爷，九王府的小郡主来看您来了。快，扶本公子去房间里休息，本公子疼得下不得床。小少爷，小郡主才刚到门口，还没进来，您演戏是不是有点早啊？早说呀！于是一个侧翻身从软椅上下来，然后将手里的鸟往旁边一扔，疾步回了房间。胖气呀！哎呀，好了，不用装了，我现在是真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到了双重的伤害。别以为淡河御厨做的点心就算是来看望我了。这个是小郡主给陈夫人带来的香酥小麻花，还麻烦管家伯伯帮忙转交一下。你给我娘的东西，你带到我房间里干什么？干什么呀？好的，这就去转交。说完就带着点心出去了。管家伯伯一走，叶团团就迈着小步子走到陈气的床头。胖七，你被打板子啦？被打板子的事情先放一放，我们先说说名字的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姓陈，不姓胖？你这满脸无所谓的小表情，分明就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呗。哼，我还不是因为你挨的打。不是，这板子就白挨了。那不能啊，现在整个朝堂还有谁不知道本公子替你挨了打的？你和你哥把引租钱放上天的事情，挨罚的人是我。为什么要挨罚呀？是他先奏12的哦。本团团是个讲道理的小孩哦。我要是被打了，你会给我报仇不？不会哦。小爷这顿板子果然是白挨的。想到这里，陈气露出一个痛心疾首的表情。这表情落入叶团团眼里，小家伙以为他是痛。陈气，你是哪里疼呀？你要干什么？帮你揉揉呀。上回小风额头撞到了门框，团团给揉揉就不疼了哦。叶团团这个娃，你别小看他，但他向来是说得出做得到的。喂，叶团团，你要是敢摸我屁股，小爷我就死给你看。我堂堂兵部小白龙，怎么能被女娃摸了屁股？不愧是小郡主，才3岁半就把兵部最难管的小少爷欺负的，收服的明明白白呀。管家自觉地默默端着水果往回走了。替不出来的事情只有团团可以说，别人不可以说哦。原来打板子就是打屁屁呀。还好没有打脸哦，不然就更不帅了呢。对哦。再说我马上吐血给你们看，信不信？三人正在说话，然后身后的门再次打开，是陈气的好友耶律萧来了。礼部尚书之子耶律萧，久闻小郡主大名。你好呀。看到好看的小哥哥就一下子这么礼貌了是吧？小爷我这顿板子是白挨了。进来之前听到小郡主在说话，也不知道是否打扰到了小郡主。我们在说陈气不帅的事情哦。你再强调的话，我一会儿就去找我爹给我改名，就改陈帅气。
我直接帅到名字里我。没错，陈气的确不帅。这话一说完，他就感受到了房间里3道目光。你怎么敢的？我帅不帅？等我下了床，揍你个3天3夜！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帅不帅的事情。我说错了什么吗？陈气不帅的事情，只有团团可以说，别人不可以说哦。团团不允许任何人说陈气不帅哦。没错哦。我错了，传言说他霸道喜怒无常，现在我信了。多切点酸酸甜甜水果足的果子，小姑娘吃了好。是夫人。小郡主还在陈气屋里？对，耶律家的公子也来了，孩子们这会儿在聊天。唉，只可惜咱家陈气的年龄和小郡主的年龄相差太大，不然以后陈系若是能出息，倒是能求娶小郡主。九王爷朝着窗外看了看，看到暗卫司的人正在卸货，于是问：他出去打劫水果铺子了？你这是没法拥有小团团这种女儿，所以希望人家给你当半个女儿是吧？夫人懂我。哼，你就别做梦了。我觉得小团团这个小女娃日后定不是寻常女子。哦，那夫人觉得小郡主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觉得小郡主和所有的女子都不一样，甚至比我见过最有能耐的江南女子都还要有胆识些。说到江南，景素清突然记起父亲从平江送了信来。景素清的父亲为平江刺史，是平江城的官场一把手。陈鼎义吩咐了管家去取信。岳父大人的寿辰也快到了，我搜罗了一些药材和文房四宝做礼物，到时候我跟皇上告个假，陪你回娘家。管家取来的信，景素清打开来，读完之后，景素清微微拧眉。父亲说今岁的寿辰先不办了。哦，怎么就不办了？父亲说平江以南的金阳城已经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河堤崩裂，父亲和总督大人正在调派资源。夫人啊，此信是何时送来的？昨日晚上便到了。怎么了？那么也就是说，江南的情况明日便会送上朝廷。金阳城前年也发大水，今年应该也能和前年一样平安度过吧。九王爷朝着窗外看了看，看到暗卫司的人正在卸货，于是问：他出去打劫水果铺子了？是兵部的尚书夫人送的。小郡主还非常乖巧懂事地推辞了一下，最终拗不过陈夫人，这才拿了一点水果回来。是吗？院子里的暗卫都已经在用木板车往厨房推水果了，这叫一点儿，还推辞了一下。姐姐，你就不能少吃一顿吗？嘿嘿，这下终于可以坐在爹爹身上吃果果了。马上就要吃晚膳了，你把这一点水果吃完，你还吃得下？团团已经吃过晚饭了哦，现在吃的是餐后水果哟。陈夫人留了小郡主吃晚饭，陈家今晚上的菜色比较多，其中虎皮大肘子最得小郡主的喜爱，所以小郡主和陈将军两人一起分吃了一份大肘子。怎么个吃法？陈将军一半，小郡主一半，很公平。九王爷伸手摸摸他好大儿子肚子，实心的。这都已经实心了，都还在吃水果。想到这里，九王爷干脆捏过他的小手手，带着往上一举，水果就顺利地进入了他的嘴里。叶团团就这么看着自己的小勺勺一上一下，火锅就没了。
好神奇呀！于是小家伙又插了一块果果，小手手一举，等他拿回来的时候，勺柄上果然没了果果。小家伙快速将勺柄举起来，又快速将勺柄收回来，这嗖嗖的就把他爹的头给拉了下来。爹爹，你是不是骗团团的果果吃呀？今晚上广新湖那边会有舞狮，很多人都会去看。爹爹，什么是舞狮呀？是舞狮。是舞狮。舞狮。舞狮。狮。狮。狮子的狮。狮子的狮。好，舞狮。爹爹，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呀？一会儿去。为什么不现在去呀？因为本王还没用膳呢。没关系团团可以等爹爹九王爷见他这么乖，心里在想，刚才教他说狮子的时候，本王是不是太没耐心了？娃都可以耐心的等他吃饭，那他为什么不能多教几遍？九王爷默默反思自己。白白，舞狮什么时候开始呀？现在就应该已经开始了。爹爹，你就不能少吃一顿吗？本王为刚才的反思而感到后悔。这是湖，不是家里的鱼池。团团想看看湖里的鱼长什么样子呢？和家里鱼池里的鱼一样，会摆来摆去吗？九王爷被他扭得烦了，手里金光一闪，随即一条成人小臂长度的大鱼就在水面上翻出了鱼肚白。哇，好大一条！快捞起来给烤上呢！你这个快要流水的模样，是真的只想看看吗？好耶！哇！大狮子！哇呀！又开始鬼喊鬼叫了是吧？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锵。锣声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左侧的狮子突然将嘴里的绣球甩向高处。哇呀！哇，好耶！好难好！白白，他们的球球忘记拿走了呢。这个绣球代表着驱灾祈福，武士队是把绣球献给小郡主了。哇，被送礼物的团团很开心哦。赏。是。九王爷有赏。哼，本宫还在这里，他发什么施令？殿下所言极是，九王府的人就是没规矩。上回在除夕宫月宴上，九王府的那个小女娃还将羽毛插到我鼻子里。殿下，你可要给我做主啊！哼，好，本宫给你做主。太子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目光却是放在左边的一艘载人小舟上。左边那艘大船是九王府的船只吗？大公子来了吗？我刚刚就看到了，坐在中间的好像是九王爷，没看到大公子。苦练了半年的舞蹈，还以为能在今日见到大公子。见到九王爷也不错呀，他好帅呀！我刚刚偷瞄了一眼，果真和传言说的一样，气宇轩昂。可是九王爷和我爹的年纪一样大，虽然很帅，但是总觉得怪怪的。我就觉得九王爷比大公子帅，那种位高权重的掌控感。不，我还是觉得大公子是全大楚最好看的男人。哼，队长，你评评理，是九王爷帅还是大公子帅啊？小郡主太可爱了吧，抱着一个绣球蹦来蹦去什么的，哎呀，乖死我算了。今日是给太子、九王爷和三皇子表演，不能出任何岔子。
哪怕是一根手指放错了位置，都仔细你们的皮。是，嬷嬷。叫锦雀是吗？回嬷嬷的话是。动作可记熟了？回嬷嬷的话，锦雀记熟了，绝不会有半点出错。玉教嬷嬷赞赏的点点头。快跟上！出去之后走到中间划线的位置，跪下给3位皇室问安。原本叶团团是要趴在栏杆上看小姐姐们把身子弯来弯去的，可是还没趴好，就闻到一股清香的花生味道。也不是俺不想交出来，主要是王爷说小郡主吃了半个肘子，晚膳已经严重超量，最好是啥也别吃了。所以俺是真的憋了很久，才憋住了要剥一把花生偷偷塞给小郡主的冲动。可是眼下已经被发现了这种小投喂又不能投喂的痛，到底谁能懂啊？简直让人难受到掉秤。白哥，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白姬学着小风无耻的样子，将一盘花生端到王爷面前。王爷，姐姐，这个好吃的哦，捏可可，吃米米，吃到嘴里糯叽叽。叶团团拿出来一颗，乖巧懂事的就放到了自己嘴里。你就是这么推销的？叶团团吃着吃着，也不知道是察觉到了身后的一大坨怨气，还是觉得一个人吃着不香。总之，他将打开的花生房子里剩下的那一颗花生米举起来，塞到了他爹嘴里。爹爹，好吃吗？王爷怕是连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吧？没吃出好吃不好吃来。爹爹是不是在说绕口令？我知道了，是吃的少了，对吧？于是小家伙发力，又拿了一个花生过来，剥开之后全部都放到他爹嘴里。这一回九王爷嚼了，不嚼不知道，一嚼味道竟然还不错。太少了，吃不出味道，本王觉得好像不太好吃。怎么会吃不出味道呢？爹爹的嘴这么笨的嘛？既然爹爹说不够，那就给爹爹的嘴里塞一把吧。于是小家伙认真努力地给他爹剥花生。九王府的这条船的注意力都在小郡主和小郡主的煮花生上，还真没人看歌舞。不过他们不看，不代表太子和三皇子不看。怎么会出岔子？这个锦雀真是该死。果真如尹足谦所说，太子喜欢这种软硬碰撞。怎么摔跤了？快送过来给本宫看看。上台前还专门问过有没有把动作记熟，结果现在竟然犯了这种低级错误，真是个贱皮子。若是怪罪下来，我就算是身受重罚，也要把他那身贱皮子给撕下来。嬷嬷，太子殿下命人将那位摔跤的官妓带上了船。他就算是被带去，等等，你说太子殿下把他带到船上？是。倒是我小瞧了他。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想女人想疯了。滚！会不会说话？那是太子看上的女人，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是不是在侮辱你胖哥？就在小峰嘴逼逼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是上次小郡主带着他们去砸尹家开的乐坊的时候。是她？白哥，这女子不是宫里的，是尹足谦养的石女子，也是那天去给尹足谦通风报信的女子。尹足谦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没想到他敢只身去东宫，算是有几分胆识。只可惜，选错了主啊！投靠太子的确是投错了主，可是若是投靠九王爷的话，那不更错得厉害？咱王爷又不喜欢这种花花蝴蝶。要不把这女人杀了吧，省得那么多事儿。听
听听，这就是死直男的发言。小峰怕是一辈子讨不到媳妇儿吧？白市长，之前公布的费大人在面见小郡主的时候说了他拿到锦帛的事情。那天晚上，尹足谦身边还有个女人，那女人叫锦雀，不知是不是就是船上这位？金小金，作画。是。尹足谦若是连件死事都不避着这个女人，那就说明他知道不少东西，不能杀。哎呦，真是好乖呀！谁不想身上多个小挂件啊？王爷果然是全世界第一幸运的男人。于是九王爷就收获了一大堆羡慕的眼神。哎，小郡主小胳膊小腿要是给撕坏了，哎呀，那整个安维斯都得去自杀了。当然属下也去，以后要是有任务，那就劳烦王爷少旨吩咐我们了。哼，不四仰八叉就不能睡是吧？某直男王爷十分不信邪，重新把小脚脚给塞进去，叶团团本儿，王爷塞，叶团团本儿，王爷塞，叶团团继续本儿，如此这般循环了足足3分钟。如果我现在去多拿一床被子，会不会被王爷揍啊？因为我感觉王爷和睡着的小公主杠起来了。兄弟们，呼吸都放轻一点，王爷现在一点就着。叶团团，不是，王爷，小郡主睡着了，听不在白姬震惊的眼神中，就看到那只白白嫩嫩的小脚脚竟然自己缩回了被窝里。所以说我们小郡主即便是睡着了，被喊全名也会头皮一紧的吗？千言万语一个字，王爷牛逼。那是4个字。江南那边的事情安排的如何了？已经全部落实下去了。从江南回来的飞马，最快明日天不亮便能抵达王府。去请户部季大人过府，就说本王有要事相商。大人，您就进去等吧，风大雨大的，您小心着身子呀。大人，小的知道您心系百姓，可若是您病倒了……话没说完，一名护城信号兵急奔到门口。金阳城如何了？大人，晋阳城的百姓九死一生，离津南堤最近的6个村庄全数淹没，村庄以北的县城遭受了泄洪的第一波冲击，2600口人无一逃出。此时水势还在蔓延，总督大人调兵。急报！禀大人，3刻钟前总督大人没了。大人，大批难民已经朝着平江城而来，城门令询问该如何做。传本官令，禁闭城门，违令者斩。若是发现难民试图进城，格杀勿论。来人呐，传本官令，开仓放粮。大人，如今正值新春，城中多处客栈空置，若是清理出2、3间客栈来，做成通铺，不可。此次金阳城之水灾，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百姓有怨，若是贸贸然放进城，逼民为道是小；若是烧杀抢掠了平江城的百姓，那金阳城便没了最后一道保护。上号的马队呢？这封信用最快的速度送到京城兵部的尚书夫人手里，10万火急。是老爷。季大人，拉屎啊！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打招呼的？你小点声。季大人正在茅房这边出宫，而王府的正门口嗖地窜进一个飞马。我靠！难怪业内说九王殿，不是阎王府，不是，反正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刚一进门就看到鬼火。此时，金小金把笔头上的磷粉擦干净，顺便把火吹灭。这么吓人的吗？那我一会儿要给小郡主表演一下，小郡主肯定喜欢，并且还要表示哇，好神奇！真是想想就觉得好乖啊。所以说，
你是在讽刺我还没3岁小郡主的胆子大是吗？我靠，这不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黄蜂千杀诀吗？不是，你们阎王府就连扫地的都这么变态的吗？江湖绝学用来扫地，哎呦，好吓人，好吓人！娘，我要回家。这位大哥，可是他才说了4个字，就被这位大哥单手提了起来，拎进了书房。你们阎王府就连个擦花盆的都能是徒手把我捏死的水平吗？太吓人了！我以后再也不接你们阎王府的活了。娘，我真的要回家呀！某个擦花盆的白姬将人带到书房。王爷，江南那边的飞马到了。王爷，金阳大灾，小的从平阳离开之时，总督大人和景大人正在调兵控灾呢。王爷英明，若不是提前派人去了金阳城，这图纸应该会在水患中丢失的。去，放到糖糕盒子里，一会儿天亮了就把叶团的这小东西送进宫去，顺便让他给他皇爷爷带一盒糖糕。这张糟心玩意儿还是让叶团团去送比较好。王爷，金南堤是深水坝，若是全坝坍塌，那威力相当于4次山洪叠加。按照金阳城的人口分布来算，这次受灾的百姓少则1万，多则数万。属下安排去平江城救援的人手恐怕不够，可要现在通知总督大人协调。不必，直接告知平江城的景大人就行。此次大灾，公部万死难辞其咎，而总督大人作为江南的军政一把手，没有尽到督促之职，即便不会被砍头，也会被降职，并且受百姓唾骂。如果本王没猜错的话，总督大人现在已经没了。金阳城此刻是景朝云在行使职权，本王未曾和景朝云打过交道，不知道此人深浅。尚书夫人似乎很喜欢小郡主，就在昨儿还给小郡主塞了半马车的水果来着。王爷，大公子回来了。父王，孩儿已经查清楚了景家给陈夫人送水果用的马队，孩儿已经安排下去，马队若是带着家书结。大公子真不愧是咱九王府的血脉，这行事作风实乃有媚风范。你说的是不是个病句啊？既然前半句说的是九王府的血脉，那后半句就应该是有乃父。打！还没说完就被踹了下去。病不病句的你少管。做得好。结家书的想法是叶战提出来的。查马队的确是叶晨决定的，但是查清楚之后，叶晨本打算请示父王要如何做。叶战当即就说：直接抢，不用问。兵部的陈夫人喜欢小矮子，我告诉你啊，就打我认识小矮子开始，我总结出一个公式：人一旦喜欢小矮子，就等于智商直线下降，尤其是他们大人。不信你看看咱家暗卫，随便拎出来一个，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高手？但是每天看到叶团团，就恨不得啊吧啊吧嘤。叶晨，所以根本不会交恶，并且小矮子随便去糊弄一下，说不定关系还更好。相信我啊，这都是经验之谈，我可太了解小矮子了。王爷，金阳城到京城的路途，若是走官道，最快也要3日。您今日将金南堤的耗费清单放到糖糕盒子里，会不会有些早啊？不早，时间应该从年30开始算。最早是费明从尹足谦那里拿来锦帛开始算，那张锦帛上只有3个字：故堤败。这就说明至少是在大年30之前，金南堤就有崩塌的前兆。可以稍快一点，最好赶在皇上上朝之前到。是。俺也想抱小郡主飞，什么时候轮到俺送小郡主进宫啊？
按照排号的话，还有挺长时间的。挺长时间？这种模糊回答，还需要算一下再说的吗？我在算我什么时候能报小郡主。好像是麻烦你稍微有点老实人的低调觉悟，不要这么臭显摆。你就算是踹我，也改变不了明天轮到我跟着小郡主出门的事实。就真不能把他丢去侍卫营吗？不行，C 哥的功夫太好了，不适合去侍卫营，而且 C 哥还会针线活，很高级，也不适合去侍卫营。而且小峰之前公开表示他喜欢 C 哥。我操！哎呀呀呀呀！我这是听到了什么呀？哎呦呦！老祖宗，小郡主今日还带了一盒点心来。皇上在内间问话，点心放到后堂去。是。等等，点心就放到高台上，一会儿随咱家一起拿到内间去。是。皇上，这是平津总督梁大人送来的密信。叶君渊沉着脸将一封信看完。好个梁思远，此等大灾竟敢隐瞒不报，直至救无可救才呈递密信，这是欺君罔上，朕要摘了他的脑袋。禀皇上，平津总督梁大人于昨晚在金阳城的牛会村殉职了。梁思远倒是死得快，朕真是瞎了眼，怎么让此人做了总督？现在金阳城谁顶上去的？回皇上的话，是平江刺史景昭云，景大人。金南堤使用才1年，如何会故曾脱落？工部都是些酒囊饭袋吗？皇上，小郡主到了。叶君渊听到小娃仔来了，终于有一口气是顺的了，于是抬抬手示意影卫退下。皇上可伤到手了。无妨。皇上，老奴叫人把地上收拾一下。不必了，把缝隙的毛刺擦干净，一会儿朕要去上朝，这个就拿给小娃仔当滑板玩。这离上朝还有多少时辰？回皇上还有1刻钟。去把张回叫来。此时周福海亲自去了门外迎接张老。从门外到御书房内室的路上，周福海将金阳城的事情说了一遍。多谢周总管。张老严重了，皇上最近睡眠不好，吃的也少。张老进去之后，还请言语上考虑下皇上的身子。咱家是个奴才，不懂政治上的事儿，但是皇上是主子，主子的身体和政务是一样重要的。周总管言之有理，若是要皇上心情好一些，最好的办法是把九王府那个女娃接过来。小郡主已经到了。那就好，那就好。有小郡主在，老臣心里也踏实些。江南水灾你可知道了？老臣略知一些。金南堤用了1年便塌了，工程上的问题恐怕连3岁小儿都能看得出来是人祸。百姓有怨，朕要先平民怨。皇上三思，尹大人乃从一品大员，水患虽问题明显，但到底需要核查。官职袒护，以眼上听。皇上明鉴，老臣不敢。你不敢？你都敢替尹居正说话了。张回，你可知你是朕的军机大臣，你得替朕说话。这次水患，江南遭了大难，百姓流离失所，这是谁的错？工部的错？梁思远的错？不，这是朕的错。
百姓们会说皇上用人不善，史书会说朕昏聩无能。皇上息怒，是老臣思虑不周，可是老臣听说前几日小郡主把尹大人的儿子放上了天，现在想来真是十分有远见。皇上，您该上朝去了。皇上，这是小郡主给您送来的，您可要尝尝。周福海将盒子打开，正要拿糕点，可是一伸手就卡住了，因为他看到里面整整齐齐的小白糕旁边放着一张纸，看纸张的样式似乎是公布出来的东西。老臣告退。老九是要造反吗？消息比朕还快，简直岂有此理！朕还在想要怎么走公布的流程，这老九倒好，直接把金南堤的耗费图送来了。看看，这是耗费图吗？这根本就是公布的砍头名单。今天干脆叫老九替朕上朝好了。哎呦，不能听啊！若不是老夫腿太长，都要学小郡主的旋风小跑了。朕今天收拾了工部，就整顿朝纲，顺便废了老……皇爷爷早呀！哦，朕的小娃仔醒了。刚才朕说到哪里了来着？皇上，该上朝了。朕现在要去上朝，你自己乖乖在这里等朕，知道了吗？哇，王爷爷好酷哦！于是模仿能力超群的小郡主学着他皇爷爷那股子朕要去杀人的气场，踩着四方步朝着门口走。哎呦，小郡主啊，你有何吩咐？怎么这里还有个结巴呀？团团是一个礼貌小孩呢，应该和结巴公公进行一个友好交流。团要吃饭哦。呀，小郡主好乖，说话还自带回音。今天请务必让我给她洗脸，求求了。我不行了，她太乖了，我要写信回家告诉我娘，我今天给小郡主洗脸的事情。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皇上，老臣死罪。尹大人，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说到了死罪？尹爱卿何罪之有？皇上，臣有本要奏。江南连日大雨，积水严重，金南堤因不明原因坍塌，致大坝提前泄洪，济阳城水患成灾。老臣死罪。皇上，臣有本要奏。江南连日大雨，积水严重，金南堤因不明原因坍塌，致大坝提前泄洪，济阳城水患成灾。老臣死罪。尹爱卿说是因不明原因导致金南堤坍塌，朕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不明原因能让才使用1年的蓄水大堤坍塌？灭亡的前朝都没修过这么不经用的蓄水大堤。尹居正，你好大胆子！皇上息怒！皇上息怒，老臣罪该万死。当初是谁主事修建金南堤？金南堤乃3年工程，还请皇上容罪臣下去查询一番。不必查了，朕问你答便是。是皇上。3年前派遣到金阳城的工部主事是谁？回皇上，是尹足谦。斩！叶君渊继续问了几个职务。
尹居正每回答一次，后面跟着的都是斩。尹尚书可有异议啊？诸位可有异议？回皇上，罪臣领旨，谢恩。皇上英明。对于救灾，众爱卿可有建议？父皇，儿臣愿往。名单都是你给朕的，还要装出这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若不是朕顾及小娃仔，朕定要废了你这个装模作样的逆子。皇上，老臣认为太子殿下作为储君，赶往江南救灾，合情合理。臣附议。团起宝宝了！哇，小刺真棒，已经会滑滑板了哦！仔仔，咱们有新的主线任务了。哎，这是谁的声音呀？不是吧，我就是去做了个资料，我家小宿主直接不认识我了。哎呀，我是不是全世界最没存在感的失败筒子啊？都怪主系统，没事让交什么资料嘛？我一个女地图，又不是公务图。哼，呸！鸡鸡呀，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团还以为你洗掉了呢。谢谢哦。言归正传，仔仔，咱们有新任务了哦。是什么呀？任务就3个字，去江南，任务完成有50积分。鸡鸡呀，为什么这次去江南会有这么多积分呀？还能是因为什么呀？当然是主系统智商下降，填错了积分。没关系的，仔仔，咱们就当白捡啦。嘿嘿，原来鸡鸡的主系统是个笨蛋哦。对，不仅是个笨蛋，还多事儿，非要让我们填什么药物销售总汇表，还说要做什么销售红黑榜，真是没事找事儿。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了新的主线任务啦。仔仔，这个任务还有补充条件哦，是要求3日之内抵达江南。王爷爷，你回来了呀！团在等你哦。就在前日，朕还在朝堂上说要老九把小娃仔送到宫里来，朕要亲自教育。今日这些个臣子又开始私下议论，说什么若不是小蟒袍提前要了尹足谦的大半条命，尹尚书今日在朝堂之上怕是会有灭顶之灾之类的。真是善变呐！王爷爷，你回来了呀！团在等你哦。就在前日，朕还在朝堂上说要老九把小娃仔送到宫里来，朕要亲自教育。今日这些个臣子又开始私下议论，说什么若不是小蟒袍提前要了尹足谦的大半条命，尹尚书今日在朝堂之上怕是会有灭顶之灾之类的。真是善变呐！这帮臣子算计功名利禄的时候，个个都削尖脑袋往里钻，可到了为百姓做实事的时候，就欺上瞒下，畏首畏尾。皇爷爷说的好深奥，团听不懂呢。皇爷爷，莫生气，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别人生气，皇爷爷不气。皇爷爷天下最英俊，最英俊。哈哈哈，真乖！想要什么奖励，朕来安排。团想去江南玩，皇爷爷会给安排的吧？团最喜欢皇爷爷了。再等几个月，等到金阳城重建好了，朕亲自带你去江南。仔仔，怎么办呀？回家送虎蛋要涨到10万了。
七七，是从5变成10吗？不是变成10，是变成10万，是一个比10大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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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字。为什么要长那么多呀？从5变成10，真的不是在打劫团团吗？还想让我长到10万？我家的小做主，你给他长到10，估计都不行。别以为团团只有3岁就好欺负哦。要是给长到10，团团就一天吃100顿饭，把自己撑死哦。别以为团团只有3岁就好欺负哦。要是给长到10，团团就一天吃100顿饭，把自己撑死哦。我超狠的。不是我要涨价，是主系统这个笨蛋暗示我要涨价。哎呀，不对，现在是明示了，还把我的按钮给我换了。哎呦，主系统，主系统是谁呀？就是我们这里最大最厉害的头。黄爷爷，你是不是最大最厉害的人呀？好个小娃仔，为了能去江南玩，已经开始给朕戴高帽了吗？不过朕的确是啊，没错。明白了，那就用对付黄爷爷的方法对付主系统就可以了，是不是？七七啊，你会哇哇哇哇哭吗？会的话，我们可以把价格打下来哦。什么是哇哇哇哇哭？七七啊，从现在开始，团团说一句，你就学一句哦。好。好难过。主系统心里根本没有机器。好难过。主系统心里根本没有机器。七七就是个捡来的筒子吧。小系统呀，机灵黄呀，小可怜儿呀，没人疼呀。团七七果断重复。涨价什么的，还不如洗了算了。主系统把七七丢了吧。团七七重复，并且重复2遍。于是主系统就发布了一个新的积分玩法——积分大转盘。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种赌概率、赌运气的玩法。小系统呀，机灵黄呀，小可怜儿呀，没人疼呀。仔仔，快做任务，做了任务我们能抽奖。有一种预感，我能5积分抽中回旋速鼓弹，咱以后不用买的，咱要抽的。真的吗？真的吗？对，我觉得作为黑衣是具备着和其他桶不一样的运气的。仔仔，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叶团团觉得团七七说的非常有道理，以至于团上头团此刻觉得自己斗志满满。王爷爷，团团要去江南拿。去东宫传旨，就说江南一事有变，让太子不必动身。是。皇上，东宫那边大事不好了。
说，太子殿下被去世了。什么？谁做的？回皇上，是太子带回来的侍妾。让太医院的院手去，快！叶千珏到底是朕的儿子，若真被阉割了，朕定要诛那官妓9族。皇爷爷，脸疼。还疼吗？不疼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感觉皇爷爷一下子变凶了？你牛叔怎么了？这要怎么说呀？你牛叔去不成江南了？那团团可以去吗？王爷爷呀！皇上，九王爷在边塞已有势力，江南乃大楚腹地，九王府已经在边塞驻军，若是又在江南此等经济中心立足，恐怕会形成鼎立之势，这并不利于朝堂，更不利于皇权。想去江南也可以，让你三叔带你去，大不了朕派影卫保护小娃仔就是了。谁是三叔呀？